尸潮来了，兄弟们挺住啊！守不住了，这是人类最后的避难所。末日来袭，全球因一场大雨进入末日时代。不管是人还是动物，只要被雨所淋到，都会产生变异。阴雨、饥寒、发疯、原相识、尸山血海、丧尸围城，整个世界都变成了人间地狱。而我却被神秘公司录取，只要我保护客户安全，度过末日初期。客户在末世中拥有独立生存能力后，即任务结束，就可以被公司召回。恭喜，您投送的简历已被我司接收并审核通过，初级办公用品已发放，即将为您开启实习考核，2小时后将传送至冰王世界，请立刻联系并保护客户安全度过末日初期。客户在末世中拥有独立生存能力后，即任务结束，公司将对你进行召回。任务期间，我司将为您提供必要基础辅助，包括但不限于语言翻译、货币兑换、身份，请勿对外透露公司任何信息，并尽力发挥能力潜力。任务成功，将正式入职并开放更多公司权限；任务失败，自生自灭。天道责任无限公司。万千世界濒临灭亡，唯有拯救客户才能存续文明火种。公司给了我3样东西，一个是一次拥有跟公司沟通并且无障碍翻译的透明面具，一把可以自动填装弹药不需要换弹夹的手枪，和一个可以容纳万物的公文包。末日倒计时钟声已然响起，3、2、1、0，时间到。而此刻我被传送到了这个冰王的世界。伴随着尖叫声，夏初末从床铺上坐起，又一次从梦中惊醒。这样的梦境已经反复重复了近半个月，每一次都无比真实，尸山血海就在眼前，就连气味都与现实一般无二。如果这是简单的梦倒也罢了，梦中的景象与真实无异，从一开始平和的日常会逐渐闪进到一片末日之景。他告诉过别人，告诉过父母，可根本没人相信他。他只是一个学生，能做的都做了，怎么办？到底怎么办？但是这次父母却把他送进了精神病院。龙山市精神病院，哎你大爷啊，这他妈给我干哪来了？真穿越了。这里虽然粗看很熟悉，但是细节上来讲绝对不是自己熟知的世界。那家诡异的公司说的全是真的，可冰王世界，末日这个世界怎么看都是一片和谐，既不像是要末日临头，也不像是在紧急备战的状态。现在不是考虑这俩问题的时候，要紧的是赶紧找到那个什么客户再说。有面具提供的指引，现在他视觉中精神病院里正有一个红点突兀的闪烁着。只是这客户在精神病院，希望他是个医生或者护士吧。哪怕客户是个精神病，但只要赐给他一个精壮的男人，他也认了。精神病、学生、美女，哪个拿出来都是减分项。16边嘀咕边走进了医院大门。这大概就是客户目标的位置吧。16根据面具的指引来到了病房。夏初末因反复做末日噩梦，见人就说7天后有报应，引发末日。医院认定精神失常后，被家人送进精神病院。夏初末回过头，等他看清眼前的男子后，正是天天出现在他梦里的那个男生，泪水哗一下的从眼睛里流了出来。完了，末日果然是真的。16顺势拿了把椅子坐到了夏初末的身前。公司已经提前联系了你了吧？你叫什么名字？夏初末，哥，我还不知道怎么称呼你。接下来的谈话只限于你我之间，希望你不要把我的身份透露给任何人，能明白吗？夏初末重重的点下头，眼里满是认真。我是公司特别行动部主任兼精英干员，我叫16，你可以叫我6哥。从今天开始，在外人面前，我希望你我以表兄妹相称，能理解吗？理解，表哥。名字已经告诉你，后面的谈话我希望你一五一十对我没有隐瞒，你的日常生活、家庭关系、公司跟你谈话的内容，还有你为什么会在精神病院。我不是精神病，是被误送到这里的。我是龙山中学的学生，家中只有父母。从夏初末的口中得知，再过7天会下一场暴雨，雨水寒带病毒，有人出现发疯的状况，然后就是人吃人，世界大乱。也就在那时，初末和公司签订了契约，而我却成为了守护他的使者。好，接下来
16把如何从精神病院出去的方法告诉了夏初墨。走出精神病院后，在离夏初墨家不远处租下了一套房，开始囤积大量物资。音像店，听夏初墨说他经常在这里租一些动画片。老板，有灾难片吗？病毒感染、变异野兽、外星人入侵，就是那种世界末日来之前普通人求生的那种。明白，你等会我给你找找。那这3张绝对符合你要求。就3张？行，全要了，上面都是划痕，不会卡吧？就这3张，你放心看，卡了我给你退钱。看你这么痛快，要不要来点学习资料，免费试看哦？学习资料？什么样的？兄弟，你都盯着看了3分钟了，要不要买点？我就先不要了，下次再说吧。谢谢老板，好人一生平安。看着16消失的背影，老板破口大骂：喂，你还没给钱呢！我去，这还没3分钟就完事了。这年轻人蹭车蹭饭，现在还特么有蹭片的，别看片了，赶紧看病去吧。本地的屠宰场他找菜市场卖肉的打听过了，知道了这个地方。喂，你是干嘛的？大哥，你别紧张，我不是来检查的。小弟林世荣说起来有些尴尬，但看大哥也是痛快人，就直说了。我是来学杀屠宰的，我这一直没有找着工作，我爹朋友给我介绍了一个杀猪的生计，那人是他老朋友了，我怕给我爹丢人，想找个地方提前学一下。啥？学屠宰来了？这是你学屠宰的地方吗？净他妈扯淡，滚！16左右看看，拿出2张100元大钞。我不白学，给我找头猪练练，其他的我啥都不用。你小子会来事，行吧？你小心点，我帮你看着。收起100元大钞，刘哥领着16走向场地中央。3个小时后，老弟，尽兴了吧？我明天还来。还来？这小子看着斯斯文文的，实际上根本就是神经病啊！他就不是来练杀猪的，反倒是像练砍人的。店主让清点店，追着猪满院子砍，猪屁股都他妈改出花刀了。乱砍就罢了，给猪剖开还在那豁楞内脏，肠子肚子往脖子上挂，给自己剜吐了都不停下，这特么不是一般大病。再让这小子继续来，准保的出事。老弟，你跟哥说实话，是不是碰上啥难事，跑到这练手来了？听哥一句话，千万不要犯糊涂啊！老哥，你说这个我也不瞒你了，我确实不是来练杀猪的。老弟，你慢慢说。果然猜对了，这小子是想杀人跑着练胆来了。我家那娘们跟汉子跑了，我他妈想剁了那对狗男女。别介啊，你年纪轻轻的，什么婆娘找不着？听哥一句话，这都不叫实。哪个男人头上不带点绿？其实吧，这帽子哥也戴着。老哥，其实我杀完猪再听你讲这些，心里舒坦多了。我犯不着因为那对贱人把自己搭进去。对喽，这就对喽。那啥，你能把那200块钱还我吗？这个16来到了夏初墨的家里，之前已经和夏初墨的父亲夏虎打过照面，基本的情况已经了解。老夏，东西都准备好了吗？好了，主任，我带你进去看看。进入屋中，地面已经摆了3副复合弓和100多支箭以及诸多配件。很不错，这些东西就先放在你这，今晚注定是个不眠夜，过了今晚便是末日。16大马金刀的坐在客厅中央，手中一遍又一遍地擦拭着手中的银枪。就在此刻，轰鸣声响遍云层，雷纹在混沌中滚动不止。16瞳孔急缩，汗毛炸立，世界哗哗作响，暴雨倾盆坠地，末日降临。末日终究还是来了。紧急插播一条新闻：自今日凌晨起，全球范围内出现啥玩意？竟然是全球降雨，无路可逃。站起身后，16走到了窗边。哥，这雨下了几个小时，已经开始有人变异了。一看之下，眉头不禁皱起。街上只有2、3个行人，他们行走的步速异常的缓慢。16又将望远镜对准对面的楼层，对面5楼阳台，一个大汉直挺挺地站在窗前，全身发青，身体微晃，毫无表情。看来尸变已经开始了。16将准备好的雨水滴到了做实验的老鼠身上。几分钟后，滴了雨水的老鼠开始变异，看着不断朝自己发起冲锋的变异鼠，16紧握银枪观察，严防出现意外。变异老鼠明显对活物有着很大兴趣，但是它旁边就有一只老鼠，为什么总盯着自己？正想做下一步的实验的时候，突然公司发来消息，发现全新样本可供回收，回收后公司将提供等价物品补偿。公司回收？怎么回收？能不能详细点啊？你个挨千刀的，你多说2句会嗝屁吗？喂，你就不能多说2句，给点提示吗？16在那嚷嚷着，根本没人回应。初墨突然想到，拿起沙发上的公文包递给了16。哥，你的包不是有异能空间吗？说不定把东西装进去，公司就能收到呢。初墨，没想到你还挺聪明的嘛。16把笼子打开，
让老鼠钻进了包里，眼前直接跳出了一行新的提示：回收成功，已兑换等价物品。牛批，真的可以收到呢，还能兑换物品。之前的是面具，还有一个是拥有独立空间的背包，不用换弹夹的手枪。新出来的这个东西也绝对不是凡品。16满怀期待，带着满满仪式感打开了手中的黑匣纸，盒盖开启，荧光入眼，造型熟悉又怪异的金属物品映入眼帘。颤抖着伸出手取出盒中物品打量，仅看了2眼，他突然破防暴怒，一把将盒子灌在地上。我靠，这特么是个什么玩意？没有这么玩人的，公司给送个这东西过来，特么的难不成是想让自己把窍门堵上，防止死了漏汤？一阵骂骂咧咧后，目光凝于地面，刚才丢下的黑盒子旁蹦出了一张卡片，好像是说明书。难道说是误会了？公司毕竟是超凡的存在，其中必有误解。见此，16赶忙捡起查看，这特么的还是钢塞啊，还涉险提前放置，谁能夹着这个玩意满世界溜达？话说回来，出没，也许你还真能用得上呢。这样吧，我先替你保管着。16找了根尼龙绳系好急救钢塞栓在了腰上，考虑到出没可能会出危险，先随时给他备上。当前播报的是国家灾害应急指挥中心最新通告，请全体国民高度重视。太好了，暴力机器马上就要开动了，看得出来上面已经完全认识到了灰雨可怕的严重性，可见事态之急。时间一晃已经过去5天，16站在窗边，5天时间在极度高压和碎片化睡眠的情况下，心里疲乏不堪。楼下不知何处而来的丧尸已经有近20只，现在最大的希望便是等待雨停，军队出现救场。警各民，国家功能终止，请各自为战，自救求存，不要相信，不要相信！防空警报倏然之间响起，如同撕裂苍穹的凄厉哀嚎。只见天边核心城区的方向，10余枚导弹自核心城区跃空而起，划破天穹，如陨石逆行。末日在此刻不再是灰雨，而是具象化的天灾狂暴降临。韩琼导弹系统，这个国家的终极武器，竟然向自己的首都发射了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我会死吗？一声声尖锐的哭喊声穿破寒风，传入16耳中。国家终止的广播击垮了无数人的信念，绝望的身影如同断线的风，无助地坠入深渊。末日的阴影笼罩着每一个角落，救命！丧尸侵蚀了曾经繁华的城市，人们的希望也将彻底吞噬。不要跳啊！怎么会变成这样？16急忙向门外跑去，脑子里只有2个字：救人。出没家中，一阵门锁响动，夏出没小心翼翼拉开了门。门开一缝，一股浓重刺鼻的血腥味已经钻入鼻中。他从来没看见过对方露出这样的眼神，只有仇恨愤怒，神似野兽。四目相对，出没带着哭腔，颤抖着开口：哥，我害怕。不用怕，哥在这。政府看来是指望不上了，是时候组建一支自己的队伍。风雪呼啸了一夜，次日雨停，政权宣布解体。韩琼导弹爆发导致气温骤降，军队无影无踪。主任，之后我们该怎么办？当然是招揽人才，组建团队。你是老住户了，本楼的人你应该都认识对吧？给我拟定一份名单和背景，我会一一放他们出来。这个小区曾经在军政系统中干过的老人比例好像挺高，当下最缺的是有能力和武力的人，来增强安保力量。按照名单上的简介，16来到了6楼。孙牙医疗器械制造研发部队退伍军人，华夏核磁共振的研发者。你是谁？楼下的邻居。我家门被封，我听声音好像楼下的人也被封了。你是怎么出来的？你受伤了吗？这屋里的老头不一般，认知很高啊。门是我封的，现在已经可以打开了，我没有受伤。你呢？不要动，站在那。别开枪，我没有恶意，我是来救你的。楼里还有很多人，我只是想跟大家攒在一起抱团取暖。我听楼下的夏虎说了，您是孙老先生是吧？抱团取暖，国家都没有了，这个世界没救了，还抱团取什么暖？你怎么知道没救了？我们当下最重要的就是组织起来对抗外敌，如果现在自暴自弃，不要再说了，已经没有挽回的机会了。那场雨感染的不只有人，还有动物，被感染的生物会受本能驱使向活物攻击。那场雨可以感染动物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我以前是做军工的，我察觉到人出现异变，就借了点雨水用家里的狗做实验，狗疯了被我崩了，我担心鸟兽也会被感染，才把窗户全部遮盖起来。直到昨天国家宣布功能终止，我才意识到彻底完蛋了，军队已经指望不上了。自然界没有一种病毒可以跨物种，有如此快速的感染变异，这根本就不是病毒，是超自然灾难。你问我的问题我也回答了，现在该你回答我了。你问吧，
提前将住户封锁，多只封锁了我这一家吧？整个单元都被我封锁了。为什么？5楼有个小女孩说末日要来了，我相信她。呵，果然是脑子有病，难怪腰上拴个钢塞。出没那孩子，我知道他的事，我也以为他精神出问题了，现在看没那么简单。为什么他会提前知道？这场灾难我相信会有力量制衡，出没已经说明问题了。老爷子，我看你拿把枪在这，你也不想死对吧？跟我走吧，现在正是组织团队用人之际，我有一笼老鼠，你是科研专家，你可以帮我做更可靠的实验。组织团队，你够本事吗？别人凭什么相信你？就凭我手上有个预言家，我还是国家风险干预执行局主任。扯淡，国家根本没有这个部门。现在有了。好，你说的对，现在可以有，我可以帮你。你想当领袖，让我给你卖命，也要有那个资格。如果你只是个没脑子的废物，我不如现在就给自己一枪来得更痛快。那你想怎么样？这是霰弹枪，我还有30发子弹，你去楼下把那些丧尸清了。不用了，用枪只会招来更多的丧尸。心脏好像是他们的弱点，对声、光、气味都有反应。小区里野猫野狗不少，你要注意防范。做得到，就算你是个疯子，我这条老命也给你了。我正有此意，你在楼上等着看吧。老爷子，你对门也是个专家是吧？门被我注了胶，我把除胶剂留给你，如果你能确保安全，就把它放出来，如果处理不了，等我回来。这屋冷，你去下虎家等我。我知道了。小区单元门口处，16手中拿着一把刀。不多时，10几具丧尸已经逼近单元门口。电光火石之间，16已经清理出了一条血路。哥，成功了。那当然了，也不看看你哥我是谁。小六，我介绍一下，魏德，你叫魏老吧，跟我是老相识了，以前也是同事。老魏，这就是我跟你说那小六。魏德，武器专家，原韩琼导弹系统研发组织者。望着面前众人，16满意的点了点头。没想到小小的地方居然有2位专家。有了专业人士加入，感染物研究水平的提升是毋庸置疑的。主任，你过来一下，我们发现了新东西，你过来看看，这块红色的是什么东西？这是丧尸晶石。什么叫丧尸晶石？丧尸体内变异产生的，吃了它就会拥有神奇的力量。你从哪知道的？小说里都这么写。啧，你多少是沾点毛病，还丧尸晶石，这东西不是人体该有的。你是不是心跳变快了，还感觉很饿？对，你也有感觉？怎么会这样？感觉越来越强了。食欲，看清肉球全貌的一刻，前所未有的强烈食欲就在体内迸发，肉球好似有莫大的吸引力，想让人吃下去。人在极度饥饿的情况下，大脑的生理机制会重新定义味觉，内脏这种高热量是人体的第一选择，原本难以下咽的食物也会变得美味。我在想，到底是这颗东西在诱惑我们，还是我们的身体在渴求它？有道理，我感觉吃了它会有神奇的力量。你能别惦记你那破小说了吗？这么大人了，怎么还那么幼稚？切开它看看。我来吧，孙老，万一再有什么腐蚀性液体。一经接触，异变陡升，光球消失不见。什么情况？好像被我吸收了。话毕，他体内一股热流猛冲上头，大脑嗡的一声，眼前一黑，陷入晕厥，耳中依稀能听到孙牙焦急的叫喊：“小六，主任还能醒过来吗？这天都亮了。”他在高烧，别碰他，万一尸变就麻烦了。就目前观察，感觉不太像是尸变，眼动很快，丧尸应该不会做梦。醒了，夏虎把枪端好了。什么情况？太好了，还能说话，没事。小六，你没事吧？水，给我找点水喝。毛毛躁躁的，拿个长勺给他喂，离他远点。呵呵，你笑什么？家有一老，如有一宝啊，谨慎点好。兔崽子，这个时候还有闲心开玩笑，都特么被你吓死了。你还记得发生什么了吗？我记得那个肉球被我吸收了，我一直半梦半醒，感觉体内有股气流在乱窜。神志清醒，看来没什么问题，需要给你解开吗？先不要急，再观察一下。我感觉身体有些不对劲，身体发青，感觉要飘起来似的。神志清醒就好，其他的都是小问题，给他解开再观察。出没急忙解开绳子，连忙问道：“哥，你感觉还好吧？”你们不要紧张，我身体有些异常，要试一下。说罢，16抬脚跑向墙壁，3两步登上墙，拧身侧步踏壁而走，身子几乎跟地面平行。哇，超人啊！满世人目瞪口呆，16蹲身一跳，轻而易举地触碰到了屋顶，而后站在原地陷入沉思。超能力啊，这是超能力啊！你进化了。我也不太清楚怎么回事，
但是我身体没有任何不舒服，反而增强了。老话说得好，7步之内必有解药。现在看，丧尸是危机，也是解决问题的契机。有道理，有道理。这里场地太小，我去外面实验一下，你们在这等着。身体好像变得更轻、更柔软了。这几分钟的时间，唯一的变量就是光线。朝阳升起，阳光普照，天色已渐渐亮了起来。就在此刻，16的面色已然大变，原本轻盈的身体如同灌了铅，此前的感觉再不复存在。走了2步，感觉一下，只是恢复了普通人的状态，并没有恶化。通过昨天1天的测试，吸收球体后可以免疫感染，身体素质大幅度提高，速度和力量随着光照程度不同，从而不断转换。光芒越上，肉体的防御跟恢复速度越是全方位增强。速度方面，爆发性速度也很快，但是体力损耗严重。光芒越弱，肉体的灵活性跟速度同样会得到全方位增强，但是力量水平恢复能力一般，续航长。总结来说，白天力量型，黑天是速度型。来了，孙老，出什么事了？确实出了点问题。你昏迷的这段时间里，我们发现了丧尸进化了。什么？我们通过老鼠做实验，它可以伪装自己没有被感染，然后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再发起攻击。也就是说，现在人类里面很有可能有这样的伪装者。我们确实要提防着点。好的，孙老，我出去看看。16在丧尸之间不断游走，手起刀落，所到之处无一例外都被掏空心脏，但是很遗憾，肉球爆率极低，并未再次出现。16又匆匆折返回楼下，直接来到2楼。大哥别杀我，我是成都，咱俩还抽过烟呢。程队长，我是来救你的，不用怕。成都人才小区保安队队长，平时主要负责溜达，30出头的年纪，虽然工作闲散，但是自我管理能力较强，体格不错。六哥，你刚才在楼下？那些丧尸，我用他们练手练胆的，以后早晚还会遭遇。你看我像变态吗？起来吧！啊，对，哥呀，我都吓死了。我见你好几次，喊你喊的嗓子都破了，你怎么才来救我啊？别凑过来，我要先确认你接触没接触过雨水。当然没有了，不知道谁把我们封住了，还投了张传单。后来我手机收到短信，雨水都是脏水，我哪敢碰啊？那你喝的什么？刚下雨那2天喝的饮料，后面喝的厕所水，我连润滑油都喝，实在没水了。今天喝的尿。你怎么不早一天来啊？16余光瞟视，见饭桌上放着小半杯冰红茶，心下稍安，牛逼，应该没问题。这家伙防备意识很强，毕竟尿都喝了。不过润滑油是怎么回事？你怎么没省着点喝？不至于扛到这个份上吧？谁知道事情会发展成这样？我以为很快就会有人救我。行吧，我们都聚在楼上，一会儿我带你过去，会有人帮你的。对门什么情况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，刘大姐是寡妇。刚才你干丧尸的时候，我俩还说话呢。她一个人独居，家里有饮水机，备了2桶水，吃喝都不缺。3楼，我楼上301肯定是出事了，我听到有打斗的声音，还有惨叫。302是一个新租户，一个女大学生，她的情况我就不清楚了。描述很全面，能及时提供有效信息。成都目前看算是个靠谱的人。好，你把家里有用的物资全都收拾上，我把对门的刘大姐救出来，咱们一起上楼。李芳两眼无神，头发凌乱地坐在床铺上，一副有出气没进气儿的样子。屋内两角的地面上，则是瘫坐着2个病恹恹的男生。李芳，真的就没有一点吃的了吗？李芳扭过头，并没有回复。本来是约2个男生一起在家里做功课，没想到末日爆发，都被困在这。你是不是还藏了吃的？肯定藏了点吧，要不你怎么比我还精神？滚！哼！你跟谁说滚的？要不是你特么做什么小组作业，我能到这份上？你要不冲厕所，咱们能成这样？谁让你拉屎冲水了？你怎么这么自私？能不能替别人考虑一下？行了，别说了，不渴死也会饿死，就算不饿死，也不知道会不会变成怪物。李芳，你去洗个屁股吧。你疯了吧？洗屁股？你有水？我有水，雨停那天我接的水，我还喝过了，屁事都没有。事到如今，我也不藏着掖着了，就剩那么点水，喝了也没用。李芳，你赶紧去给我洗喽！我不洗，你疯了程平？我没疯，反正左右都要死，死前我要做一回男人。不洗是吧？不洗就特么不洗，老子嘴里正没味呢。把手拿开，让我看看。男人如回光返照，一把扑到了床上。离开，离开，救我！你不是说你喜欢我吗？救我！曹成平，干什么？都要死了，你想拦我？
李凯脸上肌肉跳动了几下，最终开了口：“加我一个。”302室16敲响了大门，请问有人吗？一直无人回应，依旧是开枪破锁。进到屋里，一个女人在床上上身衣衫凌乱，屋子两角瘫坐着2个男人。你们仨在床上搓澡了？动手吧！说那么多废话有用吗？杀人狂进屋了，没想到自己死前终究没有做成男人，但这事也不怨自己，毕竟太臭了，实在下不去手。16是有点没看明白咋回事，这3人反应也不正常。哎，怎么回事？解释解释！再哭我毙了你！说话，再不说话，先奸后杀！切！曹成平不屑地扭过头，16扭头看向曹成平，妈的，感觉更乱了。给捋捋啥情况？他们要对我施暴，杀了他们！你想让我干什么都可以。我师承了吗？师承了吗？臭婊子，臭女人，贱人！你竟然敢偷偷背着我们喝尿！原来是这样。喂，你也参与了是吧？我晕3弟，玩不了第一人称。你特么还挺幽默。你们2个杂碎都这个德行了，还有闲心扯别的，也是没长脑子。老子现在没心情再听你们说屁话。或许你们对我有些误解，但我可以明确告诉你们，我这次是来救你们，不是来害你们的。此言一出，3人同时震惊地望向16。本来呢，我应该帮你们转移到安全的地方，但是鉴于你们之前的表现，我决定还是暂缓一下为好。等一下我会给你们送来食物跟水，你们就老老实实的先留在屋子里，之后等候处理。这3个人情况真的是很差，没素质，没道德，不讲卫生，不够精神，仓促带回去恐怕会对现有团队造成负面影响。我警告你们，谁要是敢跨出外面门一步，我剁了他。哥，我错了，刚才骂你实在对不住你，以后你让我往东，我绝不往西。按我说的做，你就不会遭罪。滚回去。16出去后再次把门锁上。没想到刚才来的那个杀人狂不是个疯子，他是来救人的，自己现在能活命了，可是自己也把带头大哥给得罪了，这可如何是好？曹成平脸色逐渐泛白，两眼开始失神。一旁的李凯满怀愧疚地走向李芳。你要干什么？我告诉你，那大哥可说了，你不能乱来，你敢动我就告诉他。李芳，刚才是我一时冲动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你滚呐！6楼，孙牙家中，出没看向眼前的猪饲料。哥，我能不吃这个吗？一股猪屎味。快吃！出没含泪大口吃饲料，嘴里呼呼喷出粉末。16拿着关于老鼠实验的笔记查看，对座2老喝着热茶。内容你也看了，感染有潜伏性、滞后性，但是样本过少，也有可能是个体差异不同导致的现象。有些个体吸收的灰色物质量少，也不会造成感染。出于这点考虑，我还是安排成都跟刘敏住在对门，没锁死，只是贴了封条。虽然目前看没什么风险，但毕竟这2人跟我们情况不一样，对雨水的警惕程度不高。至于你刚才说那个3个人意志力太差，加上他们房内物资缺乏，我建议慎重观察，在自己的屋子多晾一段时间。再有个2-3天，可能外界的灰色物质就全部自动消散了，届时污染源就全部转向生物，我们得提前准备。我想找些车把小区围住，之后慢慢安排小区里的人手。有用吗？气温回暖，丧尸的活动性增强，光凭车很难拦住，而且动静太大了，会引来更多丧尸。我们也不能一直聚守在小区里，那就是等死啊！我想过这些，绝大部分人都被封在室内，街头丧尸的量应该不大，就算拦不住，汽车可以提供一些缓冲。当下是争取时间跟空间。那肉球有让人获得异能的能力，我打算先分组，一给小区里活着的人安排物资，让他们继续留在室内等待。我则是去猎杀困在室内的丧尸，寻找肉球和搜集物资。我相信应该能找出来一些。届时我们再放出室内的正常人，培训整编，有了有组织、成编制的队伍，还有部分人拥有特殊能力，我们的安全性将大大增加。再然后就可以搜集火力，找到易守难攻的位置，建立据点，进行全程搜救。您2位觉得呢？魏德点头同意。到整编这一步我同意，但你说要在城内建立据点，这一点我不支持。丧尸的量巨大，火力会严重不足。我建议小区内的人整编完毕之后，直接出城去军区，食物、药品、燃料都不缺，加上老魏跟我的指导，用重火力武器迅速扩充阵地。你的方案太慢，城里的活人等不了那么久，长远考虑隐患就更大。军区很危险，你也猜测过，军队可能遭受了第一波冲击，那里丧尸应该很密集，而且到郊外，野生动物的数量会暴涨，那几乎都是感染生物，还有昆虫呢。
昆虫是否受感染，我们尚不清楚。感染后的生物不畏寒，到现在我们也没发现昆虫出现的踪迹。昆虫感染的几率也很小了。另外，根据对感染样本的观察，感染生物没有成群的习性，未发现攻击对象前，它们一直都在漫无目的的游走。也就是说，军队被感染成丧尸，经过这么长时间，很可能已经散开了。野外感染动物原本的动物性被扭曲，也不会停留在聚居地。丧尸游走的面积大，总体稀疏，声音传播困难。反观城里呢，一旦展开大动作，声音会引来丧尸，丧尸的声音会刺激更多丧尸，形成尸潮的概率很大。没有重火力加持，所有经营都可能被以此冲垮。似乎太激进了吧？非常时期用非常办法，我跟老魏都这把岁数了，下个楼都有可能摔死。我们死了你怎么办？你能再找个武器专家？那些重火力武器跟枪不一样，不是拿起来就能用的。小六，你的为人我们是很钦佩的，我也很感动，但你不可能一直保护我们，也不一定能护得住。远的不说，老魏有心脏病，他手里的药就够吃1个月不到，都是托药房买的进口药，现在想给他弄药都弄不到。魏老，你缺什么药？怎么不说？得提前想办法给你解决啊！喝了药舒服点，不吃也不一定会死，没必要在我身上担风险。行了，时间也差不多了，去看看那些老鼠怎么样了。石榴听到302有吵闹的声音，一脚踹开门，进到了房间。门一打开，先入眼的是跟曹成平撕扯在一起的李凯。大哥，他疯了，他变成怪物，他把李芳给杀了。放屁，分明是你杀的，你趁我不注意一把给他掐死。你疯了，我知道了你。他喝了雨水，一定喝了雨水疯了。大哥，他在装，你快杀了他啊！石榴看了两人一眼，后退到门外，眼神冷冽。你们2个都不许动，先给我站好，后退。随之魏德跟孙牙闻声而来。小六，这单元不是都清干净了吗？有丧尸进来了。你们2个站在那看也无妨，站在我身后不要越线。3个人死了1个，这2个人定是其中有一个跟那只老鼠一样，咱们算是赶上了。魏德孙牙对视一眼，赶忙后退几步，准备看得清楚。你给我从头开始讲，事情是什么情况？就在刚才，李凯突然倒在地上。曹成平讲完之后，现在到你了。大哥，你不要听他胡说，那都是他自己干的事啊，是他给李芳捂死的。他当时从昏迷中醒过来，就突然发疯，我没注意，他就冲过去了。2个人讲的版本差不多，而且表情上看不出破绽。石榴回眸望了一眼孙牙跟魏德，2人同时摇了摇头，神色严峻，看不出来伪装者相当高明。出没这时走了过来。出没？谁让你过来的？饭做好了，我妈叫你们吃饭呢。我看楼上没人。出没还在解释，这时夏虎面容焦急，拎着弓箭也跑了过来，还有拎着酒瓶子的程都和手足无措的刘大姐。小小的楼梯口一时堵了个水泄不通。谁让你们下来的？还有你程度，不是让你在屋里隔离吗？还想不想留在这了？夏虎，你怎么也跑过来了？我听见我闺女叫声，一时着急。我也是听到声音，感觉不对劲才跑出来的，谁知道？嗨，现在不是开玩笑的时候，这2个人里有人被感染了，你们所有人都赶紧回去。谁被感染了？这看着都挺正常的啊。我已经知道是谁了，这个一会儿再说。你们现在立刻回屋。击毙了2名犯罪嫌疑人，16返回6楼。怎么样？到底谁是凶手？都是凶手，都杀了。16拿出手机举给几人查看，手机画面中曹成平跟李凯宛如尸变一般，捂着脖子在地上抽搐，抽了几下，枪声响起，便被击毙了。当下的情况看来，我们想要组建扩充团队的难度跟风险都提到了极高的程度，即便取到了重火力也无法放心交给别人，但未必没有解法。今天见到了感染人类3号鼠的样本也还在，我跟老魏明天会再去研究吧，特性也好，机制也罢，必须设计一套解决方案。无论如何，我们都不可能单打独斗，必须依靠大多数人。没错，还是该相信自然。小区凉亭内，你不去锻炼，转悠啥呢？我刚练完，看看你怎么样了。哥，是不是遇到什么大事了？昨天那2个人是不是你用巧克力毒死的？是，确实出了点问题，但是我能摆平，这一点你不要跟你父母说。我没说，你不让我说，我肯定不敢说。那到底什么事？你能不能告诉我？你还小，哥怕你嘴上没把门的，就别问了。但你记着，我们后面不会一直缩在楼里等死，早晚有一天会出去。在外面碰到任何陌生人，你都不要信任。
如果你身边有人受伤，也要打起10分警惕。如果有人让你感觉不舒服或者奇怪，直接杀了他。说完，16拿起银枪递给对方。哥，这把枪就送给你防身啊，你拿好。那你用什么？哥现在有超能力，也不怕感染，枪的作用没那么大了。更何况我还有另一把，后面我会再找些枪用，朝天上打一枪，试试手感。开枪啊，哥，那憋什么呢？我开了，按不下去啊？使劲。使劲了，是不是锈住了？16眉头一皱，拿起枪朝着外面射去，再看向旁边的手提包，把手伸进去，看看里面有什么。什么都没有啊！看来公司给自己提供的办公装备还是绑定的，别人都用不了。我们母星的设备你用不了，哥之后再给你找武器，你就先好好练习弓箭。知道了，哥。次日，5楼简陋的实验室内，有什么新发现没？笼统看下来，被雨水感染的生物可以分成2类，一类就是丧尸，另一类就是伪装变异生物。但是它们并非同一阵营，这种伪装起来的变异生物不具有感染性，而且其他丧尸也会对其发起攻击。别高兴太早，丧尸攻击他们是因为他们有攻击活物的本能，但是伪装感染生物对丧尸毫无兴趣，只在被攻击时会简单还击。相反的，他们在保持了正常的生物习惯特性之外，对被感染生物有强烈的杀戮进攻欲望。这种感染会不会提升生物的智能？3号鼠的伪装水平很高啊。我认为有可能，我昨晚跟老魏讨论过了，已经可以基本确认一点，这些会潜伏伪装的变异生物无论有多聪明，在一个正常人类的能力上，他们已经大幅退化了。你们俩的意思是，我们可以设计引诱他们暴露嗜血的天性，从而甄别身份？没错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我们昨晚已经想好了整套方案，应该能走通。经过3人的商议，16需要去龙山医科大学实验室拿到试剂，通过显色剂的追踪来确定伪装者的身份。龙山医科大设立极早，暴雨把大部分人都封在家里，但是这里可能有大量丧尸会露天出现。为什么？那天我有个同事给我打电话，说他孙子在学校参加校庆，学生应该都在操场上。大暴雨啊，还校庆？我靠，现在学校都这么没人性吗？老魏，你平时的心脏病药是不是都是在学校旁边药店的买的？上次订的药你领了吗？不用管这个，没必要在中途耽误时间，增加风险。不，有必要，都是顺手的事。魏老，药店叫什么？什么药？学校旁边就那一个药房，你不用太勉强，找不到就立刻走。那好，我们2天后出发。次日上午，16破门而入，迎面来的是一具老头丧尸，身后还有个身材高大的。出没等人在门口观望，只见16接连2枪中眉心，丧尸应声倒地。每个丧尸都要检查一下，看看有没有肉球。一户解决，继续前往下一户。主任，这就是你说的那个肉球吧？没错，就是他。接连许久都没有找见这玩意，偶然才碰到一个，真不容易。6楼客厅里，一张大桌，8人围聚。呵，六哥，这东西长得跟篮子似的，真的有你说的那种效果吗？这不是一般的篮子，你见过篮子在心脏上吗？吃了它会有神奇的力量。有没有素质？我闺女还在这呢。对不住了，嫂子。哼，开始吧，成都，你先来。成都犹豫着，最后伸出手捧起肉球，心里挣扎了片刻，送向嘴边。2个老头见状，老脸皱成了2朵菊花，露出了作呕的表情。哦，六哥，腥臭腥臭的，噗啊！这比10天没洗的篮子还臭，又臭又馋人。这东西真能吃吗？你当初就这么吃下去的吗？你倒是积极，谁让你吃了？捧着就行，放下放下，说的跟你吃过篮子似的。就在这时，肉球消失，其余等人的目光迅速转移到成都脸上。你感觉怎么样？我感觉有点烫。话未说完，成都2脚一软，晕了过去。有点烫，小6，当初你是这样吗？完全没觉得烫，先观察吧。一夜过去，太阳升起，黑暗中，成都缓缓睁开眼，一睁眼便吓了一跳，7张大脸对在面前。呵，你们干嘛？你感觉怎么样了？感觉有什么特殊的变化吗？昨晚上我感觉我要烧起来了，现在体内好像有一股热流在窜，能控制吗？我试试，你们往后退一下，自己真的起变化了，可能有超能力。这种力量在体内感觉十分明显，像是本能一样。众人后退，成都摆好架势，轰的一声，双臂烈火缠绕。我去！全场也在同一时刻陷入震惊。我的天啊，这是魔法！随之双臂火焰消失，成都张开了
一大团火球从口里轰然爆发出去。太牛了吧！好火球之术啊！太强了，成都除了嘴别的地方能喷吗？屁股能喷吗？你是不是会飞？制空也行啊，再开发一下让我看看。成都神色萎靡，左右看看，凑近石榴耳边私语：我感觉行，6哥，我私下给你。次日仍旧是重复之前的任务，清理丧尸，统计居民，分配物资。猎杀丧尸的任务已经转到了成都的手上，火焰缠绕肉体，甚至可以延展到武器上，近身搏杀对手，或者口喷火焰，直接远程进攻。喷火这一点似乎并不仅仅是通过口部喷发，身上带有出气孔的地方好像都可以。成都极力邀请16参观演示对练，但都被16婉拒了，他怕成都把屎喷出来崩自己身上。又是一具丧尸倒地，16蹲身麻利的处理丧尸，见到心脏下方露出个肉球状的东西，终于找到了。行了，接着干活，没剩几户了，我们今天就全部处理光。时至晚间，又是8人齐聚的邪教仪式。夏虎咽了口唾沫，直接伸出手捧起肉球。夏虎随即陷入昏迷，天刚蒙蒙亮，一片迷茫中，夏虎从床上起身，见7个人盯着他也不惊慌，毕竟已经有了2次观看经验。我是多长时间了？几点了？几点就别管了，赶紧试试你有啥能力。确实有感觉，有一股气似的，还能控制。你试试把那股气引导到身体部位上，这没什么变化啊。不，有变化，你碰一下试试。好家伙，铁臂啊！硬化，钢铁之躯。不只是变硬了，我力气也大了很多，但除此之外，我感觉好像没别的了。你这硬化能力只能用在手臂上吗？全身都能用，但很难覆盖全身，每次覆盖的面积有限，差不多就我2条胳膊的样子。哦嚯，那太够用了吗？此言一出，16等几个男人目光瞬间转移到了夏虎身上一处。有福啊，本妹子，一边去，嘿嘿。哈哈哈哈，还行吧，我这能力怎么样？哎呀，咱现在也不是一般人了。行，真不错，有这能力，咱们以后安全性大涨了。给你1天时间练习测试，我们明天就出发行动。次日天亮，小区楼下。回去吧，别在这干扰我们，把你们手头的事都做好，1、2个小时就回来了。注意安全。2位上去吧，我们没回来之前，谁都不许离开屋子。放心吧，我们俩会看好这个家，你们也不要耽误时间，尽早赶回来。谁开车？你们就你开呗。好。主任，这次出去是不是没那么简单？危险我当然知道，但是我看孙老跟魏老这几天的表现可一直都不太正常，好像有什么大事瞒着我们。既然咱们一块要出去拼命，还有什么话不能说呢？我咋没看出来呢？行，既然你问到这了，那我就直说，被感染的不只有丧尸这一种类型，还有另一种跟普通人一样的感染者。这些感染者可能潜伏在人群中，我们要活下去，要扩大团队，这是最大的阻碍。之前没告诉你们，是怕你们互相猜忌，还没等招揽新人组建团队，咱们这个小团队人心就散了。不过你们放心，孙老跟魏老已经想到实验办法去检测这种隐藏在人群里的感染者，我们这次就是去帮他们拿实验用的东西。这次大家是一块出去拼命的，一颗大室内肯定有不少丧尸，我们一定会发生战斗。我不希望你们心里留疙瘩，回来家里那几个女人你们先不要说，起码等我们把团队拉扯起来再说。找到办法就好，那我明白了。我不明白，还拉拢什么团队？干嘛？我们又不是要拯救世界，现在咱们已经有自保能力了，完全可以找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安全生活。灰雨的影响已经消失了，我们还可以种地啊，为什么要冒这种风险？龟缩起来只是早死和晚死的区别，这世界上已经没有安全的地方了，你还不明白吗？好，就算你能找到一个地方躲一辈子，你想一辈子活在恐惧里，当一头猪，当一条狗，别无选择，我们只能反击，必须反击，责任越大，需要分摊的人就越多，我们必须依靠大多数人，哪怕冒着不可信任的风险。这样的世道，帮别人就是帮自己，谁都不是傻子，自私自利，要么等死，要么就会被人牺牲。孙老和魏老2个人，2个已经家人死光准备自杀的老头子，每天在上忙下忙的，为了什么？就是为了我们。你觉得我们能退吗？没错，主任说的对，我还有老婆孩子，出没还小，我不希望他们有未来，不想看见他活在这样的世道上。主任，这次外出有危险，如果我出现什么意外，我希望你能帮我照顾好张满跟出没。出没很依赖你，我看得出来，其实我很支持你，他这岁数也是时候。嗨，老夏，哪有你这样的强行配对的？你这不道德绑架主任吗？我就看不上你这样的。你特么有病吧？
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还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这是破坏团队和谐，你知道吗？强行把闺蜜塞过去，你让六哥为难，你下贱。六哥，这个是我表弟。你俩特么要干啥？是不是都想整死我？好好开车。中央大街一酒楼里，大哥，我觉得我真不行了，我死了得了，你拿枪给我来一下子吧。说那屁话，我他妈哪有子弹了？自己喝耗子药死了得了，这不缺耗子药，你是真他妈没出息。等天气再热点，跟我出去砍死那包烂肉，找兄弟们再搞几条枪，闯出城去，活人能他妈让尿憋死？哪还有兄弟了？就咱俩了，大哥，我真受不了了。喝耗子药死也行，但我觉得亏我死前想爽一下子。爽一下子？你他妈跟谁整一下子？你想跟我爽一下子？不是，那疯了的小妞。随着二人的目光落到了一旁母女的身上。我盯他2天了，就他长得还行的大哥，这人多，我想把他弄后出去，你帮我按着他点，我感觉我整不动他。我操，你特么，你是不是傻逼呀？啊，没见过娘们，没女人活不了。烂人，小子，我记得你叫岳浩是吧？我说，你刚才冲谁这咧子呢？都是来这避难的，我还让你管着吗？你从外面开着枪进来，看动作以前应该是当兵的吧？你管我当兵不当兵的呢？哼，要抖威风跟丧尸干去，丧尸把城里祸害成这样，你吃过国家饭，可没见你去冲锋打仗。怎么着？我打不了丧尸，我还打不了你吗？怎么着？你们不要再吵了，搞出这么大动静，你看看给那对母女吓的，外面还有丧尸呢。没事，妈，没事，熬过这段，我带你找到外星人，咱们就得救了。他早都疯了，那是我吓的吗？我没疯，我求求你们信我吧，我真见过外星人，那每颗星人来救咱们了，还有外星飞船，咱们找辆车出去，外星人就住人才小区。还他妈住小区，我真是受不了了。外星人没来，咱们好好的，他妈的外星人来了，给咱们祸害成啥样了？醒醒吧！不是这样的，外面的事是三体人干的，是三体人投的毒啊！三体人张嘴就来，你编得挺快啊！你差不多得了吧？这个节骨眼，我把大家救进来，就是为了大家能团结求生。连一个带着老娘的精神病你都欺负，你是人吗？我不是精神病，哼！行，谭辉，你是好人，我不跟你犟。我知道你看不起我，但我出来混也是讲江湖道义的，我给你面子。但是再有下一次，某些人挑衅我，你可别怪我不客气。岳浩直面对视，下一秒目光又转到一旁。那个老大娘晕过去了，人没事吧？妈，我妈身体不好，需要降压药。谭主管，咱们这有药吗？这里是饭店，没有那种药啊。你还需要什么？别的我尽量给你提供。药必须用药啊，大哥，我能求你帮个忙吗？对面就是龙兴大药房，里面一定有药。你要是能帮我拿到药，我干什么都行。谁能帮我？我求求你们了。丁家看向众人，无人问津后，朝门口走去。哎，我去吧，你动作太慢。谢谢岳大哥。我不知道我们还要在这守多少天，但是国家已经放弃了，我们必须自救，总有一天会离开这，将来肯定会需要各种药品。这次出去我准备一次拿够量，人越多把握就越大，你们谁愿意跟我去？我陪你去吧。好，外面情况没那么危险，只隔了一条街，去拿几把刀防身，我们速去速回。哎，稍等我一下。主任，你说伪装感染者潜伏在人群里，咱们又要去军事基地扎营，那以后肯定是要发枪的。万一孙老跟魏老的法子不能做到100%验证，如果让伪装感染者拿到枪，从我们背后放枪怎么办？问题不大，你要相信二老的实验，多疑才是团队当下最大的威胁，而且咱们每个人获得的能力都不一样，说不定就有一种异能，不需要实验就能发现伪装感染者的异常。老夏你也知道，出没很特殊，我怀疑他可能会有这种能力出现。其实我觉得真有内奸潜伏，发枪也没什么，我有一计可以减少这种隐患。说来听听。把所有枪调成弹道偏左，有人想使坏第一时间打不准，其他人就有反应时间了。天才。车辆继续高速行驶，街上的丧尸不算多，加上车速又快，基本不构成影响。这龙林大厦挺结实啊，这么高的高度，顶楼3层的玻璃竟然一块都没碎。本来龙林大厦是商业大厦，但是最顶上3层却从不出售，传说是给一些身份显赫之人留的，有钱也住不进去。主任您知道吗？那是当然的，玻璃规格明显都跟其他的不一样。前面注意点，还有1公里左右就到龙兴大药房了，我们先去拿药。没想到这么简单，比我想象的简单。别太乐观，外面那些东西虽然没脑子，但是视力听力都十分敏锐，如果数量多就没这么简单了。哎，你以前是干嘛的？动作这么利索。以前在部队练过。谭辉，你是不是想死啊？
怎么这么问？感觉所有人里你表现得最健康，帮其他人忙前忙后，我看得出来你善良，但未免有点过头了。你这更像是过度补偿的应激反应。我不是想死，我是不知道该怎么活。都死了，我跟家人朋友都断了联系，国家也没了，我们以后该怎么办？我真的不知道。我不想再看见死人了，我一个人活不下去。说到此，谭辉的眼泪还是不争气的流了下来。会好的，国家会来救我们的。这场灾难来得突然，规模也大，但是那些行尸走肉对现代部队来说根本算不了什么。很多部队是封闭式的，不会遭受遇袭。他们接到外面的消息会重新夺回城市，龙山一定是最重要的目标，只要我们坚持住就有希望。谭辉呜咽着点了下头。1楼需要的药品很快搜集完，两人赶往2楼，依旧是岳浩持刀打头。别动！怎么了？我刚才好像看见一道黑影闪过去了，你看见了吗？我没看见啊。撤退，不拿了，立刻返回。就当两人准备撤退时，一阵轻微的哭声从屋里传来。是个孩子啊，吓我一跳。看来刚才就是这个孩子，我们去看看吧。二人上前，这下终于看真切了。确实是个孩子，穿着童装，趴在一个疑似药店工作人员的尸体上哭泣。没什么危险，毕竟丧尸不可能会哭。两人同时蹲身，谭辉伸手摸向孩子。小孩，不！他话刚出口，书声巨变，一条细小的手臂直插谭辉心脏。一旁的岳浩还不及反应，小小的身影已经张口舔向他脖子。岳浩双目突出，喉咙爆血。小孩的整张脸几乎埋进了岳浩的脖梗，生生咬断了颈骨。谭辉还未气绝，眼睁睁看着岳浩脖梗被啃咬，谭辉眼中仅剩的光彩随之消失，药房重新恢复死寂。迎宾饭店内，丁家焦急地等待着，已经10多分钟了，按理说他们应该回来了。丁家看看外面，又回头看看依旧陷入昏迷的母亲。就在此时，一辆汽车驶入视线之中，停在了药房门口。车上下来全副武装的3个人，为首之人转身说话，模糊看到那人面孔，丁家心脏急速狂跳。外星人来救我们了！外星物！别喊了，你他妈一会把丧尸全引过来了，臭婆娘，每天都得疯几次，是吧？就在外面，不信你看。哪有人？别以为你是个女神经病就可以为所欲为，你要是再敢乱放屁，我真抽你！让你俩把头盔戴上，拿了不戴干什么的？你不也没戴吗？那玩意闷得很，还影响视线，我连火都喷不出来。现在危险性不大，等到了医院咱们再戴呗。是啊，主任，别纠结了，我们跟你不一样，只有你才需要头盔。呵，妈的，你们就气我吧，直接上2楼拿药，拿完就走。肠胃药不拿点啊？小区里搜出一大堆，用都用不完，没必要浪费时间空间。你们俩在前面，我在后面略阵。有个孩子在哭，有幸存者。16蹙眉，纵身一跃，拦在了夏虎身前。你急什么？我先看看再说。那可是孩子啊，主任，能有什么问题？先排查风险。房间内只有这里有3具尸体，尸体周围到处是血，3人似乎刚死不久。这孩子命真大，幸亏碰上我们了。主任，要不带上吧，放后备箱里应该没问题。16上前一步，目光凝向小孩，另一手按上枪柄，击毙了可疑儿童。16转身看向夏虎成都，两人僵在当场，一言不发。孩子还哭呢，上去一枪就给秒了。主任，那是个孩子，你杀他干嘛？是啊，为什么？我说你们2个怎么回事？这么明显的问题都看不出来。我且不提那个孩子是不是潜在感染者，3具尸体一个孩子，那丧尸呢？丧尸没了目标，没有特殊情况，不会大范围运动。楼上楼下咱们都看过了，有丧尸的影子吗？你们2个脑子塞了蜡烛了，看见是孩子就想救。那丧尸不就在那吗？有一个心脏被插了，另外2个一男一女跟丧尸拼死搏斗，孩子躲起来，父母跟丧尸同归于尽，他出来了。是啊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就算孩子可能被感染了，但目前没事，也不着急直接毙了啊。主任，你这是误杀了吧？误杀？什么误杀？没有误杀，我不管那小孩是不是丧尸，他都得死。我们没有条件甄别谁是伪装感染者，你们给我记着，不管什么情况，一旦发现落单的，只要是活物，一律格杀勿论。你们好好给我看看，这是什么？两人定睛一看，表情也瞬间大变，心中一阵后怕。
小孩满口尖牙，牙缝里残杂着碎肉和鲜血，显然他才是吃人的真凶。这就是伪装感染者。体温不对，这是丧尸，丧尸在进化，已经开始长脑子了。女人死的时间比较长，这两个男人应该刚死不久。应该是出来取药的。着了丧尸的道，这两个人能为团队出来冒险，说不定人品不错，以后这种人会越来越少了。药品到手，三人上车继续赶路。再往前一点就是龙山中学，可能会有丧尸群，注意避障，咱们加速通过。好。刚进入龙山中学的范围内，映入眼帘的丧尸让16三人同时头皮发麻，丧尸数量远超预计的丧尸。大雨天气，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在街上？这帮人都是接孩子的学生家长吗？稳住，在最薄弱的地方，我们能直接过去。好。行驶了几分钟后，车辆停在了龙山医科大学的校门口，大门紧闭着。简单在车内观察了一番，确认四周没有丧尸。16下车，快步跑到校门前，一枪击碎门锁，拉开了大门，成功驶入校内。车停在操场上，三人下车。情况还算不错，比预想中好。但是根据孙老给的情报，里面学生活动相当频繁，等会老夏你打头阵，注意好防护，我跟程都在后面帮你掩护。虽然带枪了，但是能少用还是少用的好，用枪动静太大，我怕把别的楼层的丧尸也引过来，能用功就尽量用功。该说的都说完了，你们还有什么想问的？有什么担忧一并说出来。没有。好，出发。进入教学楼，三人掩蔽在楼梯拐角下，楼道内歪歪扭扭的站着10来只丧尸。这条路就是通往地下实验室的必经之路。主任，这怎么过？不硬拼是不可能了，动静怎么都小不了，要不先去楼上观察一下。这次我先出手，你们拿弓箭支援。16说完，右脚一踏，向上窜去，抬脚踩住墙壁，竟直接窜到了顶部，直到身下出现2只丧尸，双脚落地，刀直接插入丧尸心脏。2只丧尸顷刻倒地，16已经踏着墙壁又一次平移，再次降下，又一次迅速刺杀2只丧尸。成都躲在角落，看着那道黑影立体运动，不断收割着丧尸生命。我的天，6哥原来实力这么强吗？不用怀疑，主任比咱们2个加起来都强，现在天还算亮的，这还不是他最强状态。你不知道，主任每天就是3、4个小时，其余时间不是在猎杀丧尸，就是在练习技巧。我看他精神头挺足的啊。他白天晒太阳好像就可以快速恢复精力，我觉得他力量最强的，状态可能还超过我，但是应该没我抗打。2人说话间的功夫，10来具丧尸全部倒地。成都伏虎2人对视一眼，从拐角走了出来。6哥牛啊！这种普通的丧尸对我们已经不构成威胁，主要还是数量，双拳难敌4手，你们不要放松警惕。我们的能力从丧尸身上得来的，谁都不清楚会不会出现同样有异能的丧尸。一切顺利，直接到达实验室门口，看着紧闭的大门，16伸手试着拉了一下。怎么了，主任？不知道，门打不开了，不应该是这样。此时夏虎转头望向窗内，主任，里面有人。你们2个守住楼梯口，别让丧尸进来。再次敲门，我是来救人的。很快门被打开，16赶忙钻入其中，迅速又将门带上。屋中3人立刻围了上来，眼里激动到闪出泪光。你们是部队的人吗？专门来救我们的，外面都怎么样？先不急，你们这里有几个人？就我们3个，好在这里面有吃的和水，我们才撑到今天，再过2天怕是就不行了。实验室里的老鼠还活着吗？荧光素钠跟便携紫外光都在吗？我们做实验的老鼠已经死了一批，现在只有80多只，其他的也都有。全都帮我找出来，之后我们立刻出发。3人没有丝毫犹豫，欢天喜地开始收拾。把东西给我，我队友都在外面，你们先走。3人连忙道谢，朝着门外走去。下一秒，3声枪响，3具尸首倒地，血液蔓延开来，16身形微微晃动，闭目长叹一声，拿起东西闪身出门。夏虎、成都2人立刻面色严峻地迎了上来。主任，里面的幸存者是有什么问题吗？16沉默了片刻，点头承认。那3个人粗看之下没有任何问题，但是就算有人沾染了雨水，为了求生也绝对不会选择承认。
而感染变异是有滞后性的，自己还有伏虎成都，绝不能在回家的环节增加一点风险。那3个人里有人受伤了，我只能下杀手。另外，我跟你们说过了，回家之前见到任何活物，一律格杀勿论。刚才就是个例子，我怎么做，你们就怎么做，不要再有妇人之仁。咱们3个人身上背着的是小区上百口人的性命，我们走吧。返回的半路上，一只脚滑了的丧尸正好从楼梯上摔下，手里吉他的声音把其他地方的丧尸吸引过来，前后都被堵死了。我靠，特么的，快走窗户！楼上的丧尸竟然也直接撞破了窗口，跳到了楼下。卧槽，是学生会丧尸，这也太快了！老夏，你去我前面，我把你蹬出去。什么？夏虎还没反应过来，16已准备就绪，双腿已经蓄势待发。快！以力见长的2人同时发力，四脚相蹬。夏虎被猛力蹬飞，竟直接滑到车前。成都，转过来！成都心领神会，转身，16一把抓住其衣领，朝着汽车的方向抛去。同一时刻，成都能力发动，眼前的一幕瞬间将16震了个七零八落。我操，牛逼！下一刻，16发挥速度优势，钻入车中，将丧尸远远抛在身后。车内3人同时大喘气，两眼空空。六哥帅不帅？我刚才那招帅不帅？我都没告诉你，我私下演练的。帅，如果不是鼻孔喷火，就更帅了。你鼻嘎都喷出来了。怎么可能？我临出来前清理过的。要不你擦擦你下巴呢？卧槽，怎么半干半稀的？应该烤干了才对。这趟外出收获巨大，城内情况远比我们预想的更糟，丧尸的进化速度超乎想象，我们遇到的几率太高了。城里确实不能久留，回去之后我们就加快速度，争取1个星期之内立刻整顿出车队前往军区。老夏，回去路过校区的时候小心一点，我觉得那可能是最后的一道坎。怎么说，主任？刚才我们来的时候，学校内的丧尸群已经开始移动，我担心碰到校门外的汽车会有变故。那地方露天丧尸太多了，一旦搞出声响，恐怕学校范围内的丧尸会倾巢出动。如果是一般丧尸追击也就罢了，学校操场那种数量，里面必然会藏着几只伪装感染者，特殊品种才是对我们最大的潜在危机。我们不是有备选路线吗？是，到时候依情势判断吧，但风险难以衡量。根据咱们在中央大街的情况看，小路的杂物堆积肯定十分严重，行车动静一定小不了。真是左右叫人为难啊！车辆原路返回，行驶中，车身明显感觉已经不稳定，速度不敢拉得太快。主任，如果车坏了怎么办？汽车不行，我们躲进建筑物穿行，先尽力跑吧，把到家的距离缩小。如果是丧尸的断肢影响汽车，继续开下去，说不定会把肌肉磨掉。一声巨响从后方传来，16跟成都同时回头，眼前一幕简直如坠地狱。或许是因为刚才的炸弹爆炸产生的巨大声响，两侧居民楼还有商业楼从窗口，大量的丧尸撞破窗户，噼里啪啦的从楼中跳下，丧尸如雨。而楼上跳下的丧尸没有生能的蜥蜴，第一目标立刻便盯上了高速行驶的汽车，失策了。16脑中嗡的一下，只闪出了这3个字：成都，赶快把第2个炸弹设好定时，定时10分钟。好。两侧楼体还在不断跳出丧尸，群尸汇流，一场大型尸潮已经开始酝酿。老夏，全速前进，商场停车，你们2个拿着东西下车步行返回小区，如果没有机会返回，那就择机行动。那你怎么办，主任？趁着车还没全坏，我开车帮你们把丧尸引开，只要我进入室内就是安全的。你们放心，黑暗环境里这些丧尸的灵活性还伤不了我，只要我躲到天黑，就能安全回家。不要再问，就按我说的计划做。伏虎不再言语，一口气直奔商场而去。半分钟的时间，车辆已经驶到商场门口。3人没有半句废话，成都伏虎直奔商场内部，16改入驾驶位。回头看了一眼后方的尸潮，车喇叭的响声在街道上回荡不止。尸潮已经跟在他后面，不断此起彼伏的跳跃追击着。16抬眸在街道两侧扫望，忽然心中一惊，猛眨了几下眼睛。前方一栋商业楼楼顶好像出现了4道人影，3大1小，可一眨眼就不见了。不知道是不是看错，但现在显然没有时间过多思考，看准一条路况还算不错的支路，16直接甩了进去。两侧都是居民楼小区，车辆猛地一顿，开门迅速侧身走人，奔向左侧居民楼。
迎宾饭店内一片死寂，尸潮从饭店门前路过，惊呆了屋内众人。每个人都死死捂着口，生怕发出一点声响。一处饭桌旁，丁家已经被堵住口，五花大绑束缚在椅子上。怎么会这样？到底是他妈谁在街头飙车还按喇叭？这个王八蛋！花臂男说完，看向丁家：“你他妈再弄出动静，我就先弄死你，听懂了吗？”丁家流泪不断摇头，眼神瞟向自己的母亲。花臂男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，眼角抽搐了几下，心里跟着一疼。我给你解开，你别弄动静，行不行？丁家点头，花臂上前解开束缚，绳索一开，丁家啪的一声，一巴掌甩到了花臂脸上。王八蛋，我看见外星人了，要不是你，我妈也不会死，我杀了你！丁家发狂扑上前，对着花臂男就是一顿小拳拳。快让他闭嘴啊！你他妈已经害死2个人了，老子给你放开，你还来劲是吧？突然玻璃破碎声响起，有人进来了，3女1男，4道身影出现。见不是丧尸，全场人心中顿时松了一口气。大哥，这次是真活不了了，这2个娘们极品啊，咱俩一人一个，我不行了，我真是太想整一把了，整完好赶紧死啊！外星人？哪里有外星人？说话小点声，问的特么屁话，你们几个从哪蹦出来的？我说的都是真的，真的有外星人，我之前见过他，还有个小女孩，他们早就知道了会有末日，他们就是来救我们的，刚才开车刚从这里路过。男人定步，回头朝3个女人看了一眼。哦，那你知道他在哪里吗？他应该住人才小区，但是不是还在那我不清楚。我他妈跟你说话呢，你没听见是？花臂话说一半，头部爆碎，脑浆迸射。突如其来的一幕瞬间将全场震得呼吸一滞，下一秒便开始有人发出尖叫。美艳女子随手隔空一指，射穿了尖叫之人的喉咙。谁叫我就先杀谁。来人绝非善类，远比丧尸更恐怖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要同类相残？你说的那个小女孩还有外星人到底怎么回事？仔仔细细说清楚。为什么？想活命就快说。我说。丁家哆哆嗦嗦将来龙去脉全部讲完，4人听罢互相对视。这次听起来挺有意思的，那2个人说不定很有营养。刚才那个开车的，我能感觉出来，气息很强很甜，再多普通人也比不上他。要不我们现在就去人才小区，我知道那地方在哪，3-4公里左右。太远了，我想把这片清干净再过去。那也可以，但是我要想先去，可就不等你们了。我也要去。4人全然漠视在场其他人，开始讨论起来。几分钟后，小女孩一指丁家：“问完了，你们不要了吧？”3人无人说话。小女孩展露笑容，伸手搂住了丁家的脑袋。救命啊！下一瞬，一口啃了上去。丁家双目暴突，脑壳破裂，最终气绝而亡。同一时刻，相貌普通的女人动了，冲至人群中，开始大杀四方。一走一过，血液喷溅，生机断绝。美艳女子靠近全身僵硬的瘦子裤裆沥沥啦啦淋下尿，不等出声，已经被一掌洞穿心脏，一口也流血。瘦子尸体落地，很快，酒店大厅尸体遍地，血色浸透地板。黑暗的楼道中，石榴小口喘息着向楼上跑去。到底还是被2只变异丧尸追上了，但是好在楼道里环境足够黑，对方速度快不过自己。先去楼顶晒晒太阳恢复一下，等到半夜应该很快就能跑回人才小区。行至5楼，正准备向6楼赶去，突然异变顿生，16一侧的防盗门砰的一声巨响发出，整扇门朝着16砸来，直接将其夯到了对面的墙上。16全身剧痛，两眼发猛，大吐一口鲜血，本能的抽出腰间配枪，抬手便射，2团黑色血花在丧尸身上爆开，对其行动毫无影响。丧尸冲撞来袭，缩身一趴，随着身体的灵活钻进对面屋中，潜入屋中。16第一时间窜到了墙角，很幸运，房间的窗帘似乎都是拉上的。在绝对黑暗中，他的速度与灵活性将达到极致。按理说，对付这种丧尸，自己应该依靠照亮提升力量，才能造成有效杀伤。但是这种环境，光线亮度不可能提升的有多高，那与其如此，不如直接彻底切换夜间模式，把速度跟灵活性拉到顶。肌肉丧尸已经从门口转回，不断旋转寻找着目标。16立时心中一紧，这种状态极其异常，
寻常丧尸没有外界刺激，失去目标的情况下会轻微晃动游走，绝不会呈现如此灵活的动态。这只丧尸有着强烈的锁敌意识。此时丧尸背对16之时，抬枪射击，一枪射中背部，对应心脏位置，但听声音好像打在了骨头上。丧尸猛然转身，朝16的方向奔去。16眼疾手快，抬手射向吊灯，吊灯直接砸落在丧尸的身上。16迅速闪身至丧尸身边，一刀向心脏，一击攻城。肌肉丧尸躺倒在地，一动不动。战斗结束，16吐出一口鲜血，躺在了地上。太难了，真的太难了，自己以为自己能力可以，可刚才那只丧尸只一击就将自己打成重伤，他甚至连承受第2下的能力都没有。无法甄别的伪装感染者，高速进化的丧尸，还有几乎占领整个世界的尸群。这样的战争到底该如何能胜利？热武器还有效，而且十分有效，但是未来人类能重建工业吗？任何现代产品都是依靠全球协作才能生产。无穷无尽的丧尸已经打断了所有生产链条，就算有现成的兵工厂可以夺回，但是原材料呢？工业难以恢复，人类进化又要需要大量猎杀比自己更强的生物。脑中混沌的思维不知持续多久，16起身叹气道：公司啊，我好歹在为你做事，给我一点帮助吧，哪有实习期这么难的？不要问公司为你做了什么，而是问你为公司做了什么。我操！此刻脑中瞬间杂念全无，只有一股鬼火蹭蹭直冲心头。16破口大骂：你们特么的一直都在是不是？老子拉屎你们也看，说话！一顿输出后，眼前毫无反应。难道是自己出现幻觉了？幻觉，可能真是幻觉。现在身体情况太差了。16掏出匕首，熟练地割开丧尸的背部。难怪这肌肉丧尸这么强，竟然能一具尸长出2颗肉球。现在状态奇差，再用1颗肉球一定会产生一些奇妙变化，大概率是向好转变，自己实力会变强。但是肉体上万一产生奇怪的变异，那真是连人都做不成了，而且还有可能陷入一夜昏迷。可不用，凭借当下的状态，很难返回小区。很快，决心一下，16收起1颗肉球，手握着另一颗，一会的功夫就被吸收。16双眼瞪起，跪倒在地，眼白迅速爬满血丝，随着喉咙中发出低哑的喘息，皮肤之下的肌肉在剧烈跳动，仿佛千百条蚯蚓纠缠翻滚。第2次的变化与第1次截然不同，清晰热烈，自己的精神完全没有一丝恍惚。16低吼一声，侧出一拳，猛击墙壁，瓷砖碎裂，缓缓剥落，墙面唯留下一道深重拳印。人才小区6层，室内气氛一片沉闷。夏虎城都已经返回，而且还成功带回了需要物资，但是主心骨没回来。夏出没满面焦急的不断看向门口，按理说不应该啊。要不我出去找找主任。疯了，一点脑子都不长，没了小6你们就不活了，还出去？外面黑布隆冬，除了给丧尸当盘菜还能干什么？你给我坐下。你们说6哥他不会死了吧？屋内无人应声。这个时候如果还没出现，感觉离死也不远了，但是谁也不想承认这样的现实。他就是死了，剩下的路咱们也得继续走，东西已经拿回来了，那就别枉费他一片苦心。你们几个早点休息吧，养精蓄锐现在比什么都重要。老孙说的是，我跟老孙还要做一些实验安排，你们没什么事就早点休息。小6你们也不用太担心，他不是一般人，跟我们不一样，身上肯定有点特殊手段，绝对不会轻易死在外面。说不定等睡醒了，第2天一睁眼就看见他了。话音刚落，门被敲响，屋内众人瞬间瞳孔放亮，出没更是直接扑到门口，打开门，看到眼前人，眼眶顿时湿润，一把扑了过去。哥，16微微一笑，而后看向众人，还没睡，让你们担心了，中间出了点波折，但是没有什么问题。臭小子，可算回来了，都担心死了，赶紧进来。是啊，6哥到底出什么事了？6楼烛火通明，饭后8人围坐在桌旁。在回来的路上，我又找到1个肉球，这次我准备给出没先用。16看向出没，心头紧张不已。公司钦点的客户，或者说他很有可能就是救世主。虽然目前还没看出来出没有什么特殊之处，但是相信只要吸收了这颗肉球，一定能发现其不凡。
出没伸手捧起肉球，随之消失，陷入晕厥。夏虎抱起女儿走进了卧室。等明天吧，大家该休息的都休息去吧。我跟孙老和魏老还有些事要商量。小六，你应该是有什么重要发现。实验设备没有问题吧？我跟夏虎他们失散之前的事，你们都清楚了吗？实验没有问题，明天就可以展开，你就说你的事就行。好，我跟夏虎他们分开之后，有2个奇怪的发现。在马路上的时候，我在楼顶看见了4道黑影。当时情况紧急，我以为是错觉，但是我事后回想，以我当时的状态，不应该出现这种错觉。是幸存者吗？如果是幸存者，那就没什么可说的了。当时那4个人明晃晃地站在楼顶边缘，下方就是尸潮，而且一眨眼就不见，不可能是跳楼，这绝对不是幸存者能做出的行为。所以我认为很有可能是伪装感染者，这4人甚至可能有异能。丧尸也会攻击伪装感染者，如果没有一点胆气跟屏障，他们不会大摇大摆地站在那。我觉得可能伪装感染者已经组队，这说明他们有一定的团体协作性，但是协作性有多高呢？目前还是疑问。还有其他的吗？我还遇到了一只丧尸，它在有意识地保护自己心脏，智力的提升水平超乎我的想象，进化得太快了。我们必须加快行动，立刻将人员收编成组，然后成立车队前往军区扎稳脚跟。一旦我们在军区成功扎根，我认为事不宜迟，应立刻组织出一批重火力军队，然后利用声音制造尸潮，团灭一群丧尸。我们届时就有可能打造一支超能军团。后面的事再徐徐图之也不迟。2位有什么打算也可以说说。这次出去坏消息真是一个接着一个，太难了。我不是这么想的，我是想在军区先休整，然后尝试改装电台发出广播。水下部队跟掩体内部队应该还是安全的，等跟专业部队沟通过后再行动。不行，老孙你这个想法根本走不通。郊外的军区没有那个条件，广播范围想达到理想要重新架设铁塔，我们没有相关方面的专家人手。海洋生物如果感染，那变异是最快的，水下部队肯定已经团灭。停在水下，螺旋桨那么大的动能一定会吸引数之不尽的丧尸，泵喷推进器也会被碎尸毒死。地面小股部队不用提了，缺乏补给，没有实验不敢触碰肉球，还有大概率会遇见动物丧尸。我觉得指望也不大了，反而城市里是最安全的。现在我完全支持小六的方案，我们只有这一条路可走。先进化带动后进化，实现群体进化，然后重启工业。其实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我也没什么好说的，就是一想起咱们这帮散兵游勇，都得当特种兵用，我这心里是真没底。没有办法，硬着头皮也要上。2位早点休息吧，明天你们一醒，咱们就开始前往各楼做实验，最迟不过3天，咱们就能全部梳理完，也算有团队可以依靠了。之后团队就交给你们，我出去猎杀丧尸，有机会最好搞来一只伪装感染者，这东西的杀人动机和行为模式，我们还需要深入了解。孙牙、魏德同时点头。小六，设备已经齐全，明天我们实验开始，毕竟要那几个女眷一块行动，大家是什么心性，对你对团队是什么态度，心里都清楚。我看也是时候把事情原委告诉他们了。可以，明天我就跟大家公布。2老点头，同时起身看向了出没的方向，眼神中满怀期待。末日中的预言家，希望他能再创造一次奇迹吧。4日，天光大亮，16正站在阳台，闭着眼享受着沐浴阳光下。突然夏虎的惊呼声传来，醒了，主任，出没醒了。16快速转身来到了出没的身旁，悠悠转醒，见被一群人凝视机灵了一下。闺女，你感觉怎么样？有没有特殊能力？感觉说不上来，你们说的那种气感我好像没有。爸，把弓给我拿来试一下。夏虎快速取来3张弓，出没拿起50磅的轻而易举拉开，众人笑颜渐开。70磅仍旧是轻而易举，直到90磅都随手拉开，夏夫妇终于忍不住出声：太好了，这力气着实大了不少啊，还不是极限。出没嘴角也是忍不住的抖动，自己终于不是废物了。出没除了力气难道没别的了吗？力量提升是吃完肉球后的标配影响，只是或多或少的问题，力气大用处不大，特殊能力才是关键。我没有别的感觉。见到一圈失望的目光，心里恍然开始明白过来，外人甚至父母都把希望放在自己身上，都在等着自己出现特殊能力。可现在
自己似乎没有任何能力，甚至是所有使用过肉球中最废的一个。刚刚收获力量的美好心情彻底消散。出没脸色转白，缓缓看向16。哥，我是不是很没用？没有，没这回事，说不定能力还需要你摸索。现在你的力气已经超出一般人太多了。你记住，你能干什么不重要，你在这里最重要。出没满心消沉，正准备点头，忽然目光猛地射向成都，目光极凶。成都全身一哆嗦，双手抱在胸口，惊道：出没，你没事吧？眼神逐渐缓和，透出一丝茫然。刚才感觉成都身上好像透出一股阴冷的感觉，但是自己看到他又瞬间消失了。怎么了？没事，我想自己待会。1个小时后，全员用过早餐，大家也都吃完了。现在有件事需要正式跟大家交代一下，这次主要是跟咱们女同志说的，其他人都知道了。我知道你们私下里一定在好奇，为什么我跟老夏他们大费周章出去1天，就提了1笼耗子回来。实际上这件事事关重大。16关于伪装感染者之事一一道来。屋内几个女眷表情脸色不断变化，最终趋于稳定。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，我跟孙老和魏老已经想到解决办法，这最后一关只要熬过去，我们就能打造一支团队，另立新家。告诉你们是因为你们值得信任，也是照顾你们的安全。我要求你们必须严格遵守保密，一旦这个消息泄露在外，对我们后续组织团队将会造成重大障碍。你们3个都听懂了吗？主任，你放心吧，我不会让他们多嘴的，出问题你可以来找我。16满意的点头。末日爆发之后，张婉越发沉默，但是这个家中大大小小的杂物，还是资源同属，都是他来负责。出没是他女儿就不必讲了，一向没啥存在感的刘大姐，对他也早就是言听计从。非常好，休息一会儿，我们马上行动。1号楼开始，16带着几人来到了201室。根据张婉的记录，201室的单身汉。现在是不是可以出去了？国家来人了吗？退回厕所。汉子惴惴不安的被退回厕所。你们这是要干什么？你刚才说对了，国家是来救你们，但是因上面的要求，需要你们在密闭空间停留1天观察情况。一是为了保持团队安稳有序，测试你们的命令服从性和心理承受能力；二也是想多观察1天，毕竟感染有潜伏期。在我们明天来之前，你只能停在这间厕所里，不允许去任何地方，想方便用塑料袋解决。下水道口堵上是为了防止被感染的小型动物和有害气体出现，小区已经有先例，所以你绝对不能打开。在封闭期间，切记不要碰触到任何蛇虫鼠蚁，打也不行，以免造成感染和其他疾病风险。门上我们会贴封条，但会给你预留1天的水和食物。切记，如果封条破了，那么组织将默认你为自动放弃救援机会。谢谢国家，我一定服从命令。张婉趁汉子不注意，将掩藏在袖中的小鼠放在了厕所角落，拿走了201的门钥匙。几人离开房间，将外门锁好。这事儿没那么难，对吧？后面咱们就都这么办，要是千万别弄乱了。剩下的让成都夏虎陪着你们去搞定，我去外面猎杀丧尸，争取找到肉球，让你们能力大增。有没有信心，大嫂？放心吧，主任，错不了。日暮降临，张婉等人带着一身疲惫的从楼里走出。正当几人向着家中走去，16背着个巨大的背包出现。来得正好，我今天外出找到点好东西。说着，16打开挂在身前的公文包，从里面掏出几把手枪，一人发了一把。主任，您这枪是从哪弄来的？去局子里干了一票，一人一把枪拿去防身。我后面包里还有不少装备，火力短时间咱们是不会缺了，其他上去再说吧。重去6楼，张婉再一一汇报情况，刘大姐偶尔补充。二老静听，夏虎跟成都则是心不在焉，俩人基本已经默认自己是打手，不参与任何智力活动了。全场唯一一个神色奄奄、状态不佳的，也就只有出没一人。按照今天的节奏，速度上来说，我们明天上午就能将所有住户安排完毕。但是考虑到小鼠的数量限制，我们需要把没有问题的小鼠取出来，再继续分配给后面人实验。厕所空间闭塞，老鼠几乎无法躲藏。依照我们之前的推测，伪装感染者嗜血特性很重，在这种私密密闭空间中不会忍受一晚不动手。也就是说，明天我们就可以筛选出一部分人。
总体的测验人数在238人，筛选出来的人全部安置到社区活动中心，那里地方够大。我们统一调度资源，集体安排，同吃同睡，简单安抚培训过后，安排一批人到街面巡车。我们争取用最快时间备足车辆和油料。孙老费心了，那我明天陪你们一同筛查检验，等这件事结束了，我再去端几个橘子弄批军火。确信可靠的人，我们再发枪，其他就没什么了。如果没有人想补充，那大家就各自休息。无人再有意见，众人散去休息。只有出没犹豫着留在原座，低着头一言不发。怎么了，出没？哥，我干什么？我就在这干看着，然后陪你们到处走嘛。哥，给我找点事吧。出没，不过就是没有特殊能力而已，你不要压力太大，有责任心，有头脑就比什么都强。后面有非常重要的事情交给你，而且这件事只有你能办。什么事？你预言过未来，小区都是熟人，肯定很多人都知道。团队组成了，你洗个澡，换好新衣服，以后你就是救世圣女，就是所有人坚持的希望。那不还是傀儡吗？一点实事没有啊？错了，干什么都得有信仰，国家需要国旗，开公司还要商标呢。你就是人们的信仰，怎么能说是傀儡呢？没了你，那就像打仗没了目标，生活没了奔头，再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。反正我觉着自己跟个花瓶似的。话音刚落，猛然回头，目光射向角落，角落中半个脑袋猛然缩了回去。那不成都吗？怎么了？出没蹙着柳眉，心中纳闷不已。哥，我有种奇怪的感觉，你说我是不是有超能力？只是跟你们的不太一样。感觉什么超能力？成哥看我的时候，我总感觉凉飕飕的，好像哪不对劲，但我又看不出什么问题。啊，说实话，哥有时候也被他看得凉飕飕的。这小子高低沾点啥毛病？我总感觉他哪不正常，不是一天两天了。今天一大早上往我床头扔双袜子，跟有病似的。你爸都觉得他有病，但他肯定没别问题，要不哥早就挂了。还以为自己有超能力了，原来是程度不正常，大家都能看出来。次日进入201，厕所上的封条完好无损，门一打开，男人正老老实实的坐在角落里。你们可算来了，这里闹耗子了，就在那角落里，我这一宿没睡，生怕他给我碰上，不会有什么问题吧？有没有问题检查过才知道，把你的手伸出来。16拿起便携紫外光检查了一下男人的手、脚、口等部位，完全没有发光现象，一挥手道：行了，你合格了，抱着你的被褥去社区活动中心等待安排。第一户检查完回收老鼠之后如法炮制，第二户、第三户、第四户一切正常无碍，直到第25户。谢谢，你们终于来救我了。16拿起紫外光照射，照到男人口部，一时愣住。男人嘴边的光已经糊成一团，明显是把耗子给吃了。16嘴角下垂，目光开始上下打量，闪息之间出手。16将男人打晕在地，拿来绳索将其捆缚好，最后丢在了客厅中央。跟着观察的孙老跟魏老对视一眼，目光复杂难言。老夏，你带着其他人继续筛查，如果有发现伪装感染者，直接就地击毙；如果屋子里有其他人，一律当场击毙，跟伪装感染者同屋，全部当感染者处理。程都留下，你跟我一块保护孙老魏老，我们亲自审问一下这个感染者。好的，主任。男人眼里泪光晃动，不断呜呜求饶。我问你答，说错一句，杀了你。为什么呀？我做错什么了？一声枪响，男人脚腕被一枪击碎，右脚伴着骨茬飞了出去，在地面甩出一道粗长的血线。我还没开始问，不许插嘴。成都跟两个老头齐齐咽了口唾沫。16竖起一根手指。第一个问题，为什么吃人？哦，可能你还没吃过，那我换个问法，为什么想杀人？我没有吃人啊，也没想过杀人。呵，嘴硬是吧？成都去把他裤子给我扒了，大盐8块。成都看了眼16，不像是开玩笑，一咬牙上前扒掉了男人的裤子。同一时刻，一把短刀被16抛到地上。切，主任，这长度切8块好像有点难啊，2刀3块最多了，要不算了吧？那就先竖着切，再横着切，切不明白给我剁成臊子。你们到底要干什么？瞳孔收缩异常，他有很明显的恐惧反应，不像是装的，但是到现在才有这种明显反应，可能恐惧心理比较淡。
那真是太好了，我还怕他们跟丧尸一样，没有什么恐惧心理。现在才知道怕，正常人会活吃耗子吗？我们什么都知道，你也没必要再装，老老实实回答问题，还能给你个痛快。说吧，为什么想杀人，还想吞噬活物？此言一出，汉子目光凶厉，看向16。你饿了想吃饭还需要理由吗？你觉得自己还算是人吗？人，我会是那种低级生物吗？那你是什么时候产生这种想法的？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想法？我怎么知道？落在你们手里，要杀要剐。男人说着，开始大口咬断自己的舌头，舌头刚咬掉半截，16已经抬枪射击，蛋蛋碎裂，蛋黄喷出。退，噗啊！开枪打个招呼，全爆我脸上了。不好意思，看样子他是说不了话了。二位觉得还有更多研究的价值吗？孙牙跟魏德低语一番，一起摇了摇头，面色阴沉。性格凶悍，有求生想法，恐惧心淡，杀戮欲强，但心智扭曲，科学无法解释。他们根本就是保持着人类智力活动习惯的活丧尸。我觉得没什么可问的了，我就先走了。小李，我知道你对这些怪物恨之入骨，但你的心理健康也很重要。16看了孙老一眼，对着成都说道：成都，护送二老出去，我再研究研究。大本营8人重聚，张婉拿着小本报告：今天一共检测了176人，除了主任发现的那例潜伏感染者，我们另外还发现2例，均已经被击毙。其余173人目前全都安置到了社区活动中心，其余没有统计检验的人，明天也将全部结束。至于事情结束后，至于之后的事情，最重要的是先对人员进行编组，建立互相监督。后面我们会尽最快速度组织车队，还有出没。马上最重要的任务就要交给你了，你将负责动员鼓舞所有人。动员？哥，我不会啊。那你会什么？我会收班费。成都，你有意思吗？我闺女还是个孩子。出没，你听好，明天你什么都不需要做，我只要你洗好澡，换上一身新衣裳，站在人群之前俯视所有人就可以，千万不要怯场，不要有任何表情，其余的交给我。之后你还另有任务，但是都不会太难，我会亲手教你。夏出没缓缓点头。诸位，事情推进到今天，我们已经进行到了关键时刻，可以说这是决定我们未来命运的关键时间，希望你们严肃对待，我交代你们的任何任务都要圆满完成，而你们发现任何问题都要及时汇报。夏虎、成都，你们2个先去练习能力，大嫂你带着出没跟刘大姐回去整理档案。一声令下，几人应了一声，分回各屋。孙牙跟魏德半眯着眼等待16说话。二位，后面的过程你们跟得比我仔细，这次排查有没有疏漏之处？没有，但是我跟老魏做了一批可疑人员名单，后期我们会重点帮你关注。还有我们在一个居民家里发现了听诊器，后续我想单独找所有人一一谈话。用话去炸他们，听诊器听心跳，观察他们的瞳孔反应，可以得出更细致的结论。小李，能做到今天这种程度已属不易，我们会尽力提高检查的精度，尽可能的消除隐患。事已至此，你也不必过于担忧，大胆放手行事吧。我明白，那就辛苦二位了，尽早休息吧。整个小区还在求生的居民尽数被聚拢到了社区活动中心中，整整235人。16向下望了一眼，拿起喇叭敲了敲。喂喂喂！喇叭的声音在大厅内回响。16再次抬眸望向众人。大家好，我想在场的诸位8、9成已经都见过我了，但你们并不清楚我的身份。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16，国家关键风险干预执行局主任，你们也可以简称其为国干局。全场人面露疑惑，互相对视低问。我知道你们对国家这个部门并未了解，国干局本是隶属高层的秘密部门，从未对公众亮相，所处理的任务也从未向公众公开，所以只有少部分人有了解。孙老和魏老2位前辈，咱们小区里的人不少，应该都认识。2位专家曾经为国干局短暂效命，可以为大家证明。是，我们确实曾经在国干局短暂任职，就任技术顾问，这一点大家没什么好怀疑的。人群躁动渐消，认识孙牙跟魏德的人确实不少。2个老人的身份，社区内不敢说100%知晓，那也绝对是德高望重。在我继续跟大家阐述关于我们部门的具体工作之前，有一件事我必须要向大家坦白。你们一直认为我们是国家救援，
但是之前却都收到短信，国家已经自认灭亡，这似乎很矛盾。我现在明明白白告诉大家，国家确实灭亡了。这场灾难来得极为突然，全球各国都无差别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。你们心中的国家力量已经全线崩溃。全场呼吸骤停，200多号人不可置信地望向16，甚至多数人已经开始心痛顿生。但这件事并没有那么简单，我们也不是就地等死。我们当下组织的并非仓促救援，而是有计划有目的的将各位召集至此。这是一场全新的世界大战，我们仍旧有很大机会赢下。你够了，骗子！你们都是骗子！完了，全完了！没有国家，我们这些人能干什么？全世界都是怪物！你告诉我，我们拿什么赢？听我把话说完。说什么？我他妈不想听！你还有什么好说？牛逼！16当即板起脸，看向夏虎，伸手指着年轻人：“去，给他2耳光！”夏虎大踏步朝着人群中走去，怒瞪年轻人，啪啪抽了对方2个大耳光，开口怒骂：“不想赢就滚！”暴力一出，全场人噤若寒蝉。我今天要说的是关乎在场所有人，包括我，乃至全人类未来的命运。这绝非是上纲上线的玩笑话。如果我们真的没有希望，我也不会大费周章把你们救出来。接着说回正题，国家灭亡了，但是没完全灭亡。这就要说回到我任职的国干局。国干局成立之初，便是为了专门解决一些科学无法解释的事情以及风险。我们至今成立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，一直在遍寻世界上的遗迹以及破解神秘学。经过国家多年的积累，我们曾发掘出一处至关重要的古文明——玛雅文明。而且我们在遗迹中发掘出了玛雅人遗留的设备，并且读取破解了其中内容。16高举手中华子不断展示。这台设备虽小，但以我们的认知来看，它更接近一台超级计算机。根据国干局的研究，其中的技术路线与我们的完全不同。根据发掘地的命名，我们称之为佐纳乌科技。这台设备里就遗留了玛雅人曾在死前留下的一段重要录音，今日国家已经不存，我想也可以正式展示给大家看了，请各位静听。天天跟16同事相处的几个人已经听傻了，尤其是孙牙跟魏德，2人交头接耳。玛雅是他的国家还是星球的名字？那个佐纳乌？我不知道啊，他哪句话是真的我都搞不清楚，但他肯定是外星人没跑了。请大家仔细听这段音频，这是玛雅人临死前留下的重要信息，语言不通，但感情是相通的。稍后我会为大家具体解读。等待片刻，众人耳中响起一段怪异语言的录音。老铁们，只有你们想不到的，没有我老八做不到的。虽然不是同一时间，但是同一个厕所，我再次挑战一把吃粑粑，奥利给干了，好渴啊！录音结束，16观察着人群的反应，满脸通红的咬着牙，艰难的缓缓闭上眼。录音已经听完，我想大家从情感上已经感同身受。我们国干局早已经基于以上信息，提前10年就做出过末日预案，可由于近些年科学发展飞速，国家并未重视，但这并不代表我们国干局毫无作为。10年里，我们已经为预案做出大量准备，现在只待启动。末日降临，而玛雅人口中的预言之子救世主也已经出现在我们现在的世界里，甚至于在座的很多人应该见过甚至认识他。此言一出，满世人立刻互相对视，有人面露疑惑，一脸恍然，有人当场激动出声。我知道，那不是老夏家闺女吗？她之前到处跟人说末日要来了，结果被送精神病院去了。我也听说过，她还亲口跟我说过呢。大厅内顿时喧哗一片，见效果初步达到，16心下多了分安稳。请大家安静，请大家安静。连续几声口令，室内重新恢复了安静的状态。16正准备拿起喇叭说话，一阵清脆的铃音从手中响起。请确认身份。9527李16。李主任，战备指挥中心通知，末日预案曙光0号已启动，请于3日内整编部队，携装实弹，尽快前赶赴北郊第一军事基地集结。分局部队已展开清剿，清剿结束后将前往会合。收到请附送，完毕。16抬眸扫向众人，将手机凑近喇叭。请通知中心，当下人手已初步组织完毕，但条件艰难，民众身体条件不佳，缺乏装备，无法在3日内赶往北郊基地。后续我会向中心持续汇报。完毕。收到，完毕。一通流程都提前录音的模拟来电打完，下方人开始此起彼伏的吞咽口水，身体微颤。电话竟然有电话还能用，而且军队已经展开大规模清剿行动，
国家真的有末日预案，而且已经展开行动。刚才的内容大家也都听到了，我不想浪费时间再向你们阐述。那么话归正题，你们在场的不少人已经猜出了玛雅遗产中的救世主是谁，那我也就不再卖关子了。这个人就在我们小区内。16伸手指向大门口，夏虎跟成都对视一眼，拉开大门。夏初墨从大门后方从容走入，200多道目光紧紧锁定，热泪盈眶。救世主，真的有救世主存在，而且气质这般。初墨随即站上高台，切，隔着结婚呢？你少说2句行吗？别让人听见。我说你他妈是不是对我闺女有意见啊？再给我整事，老子掐死你！哟，我哪敢呢？我向大家介绍一下，他叫夏初墨，国干局发现并确认的救世主，在末世之前就展露了才能。我跟国家坚信，他会帮国家克服这场灾难。而且我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，他曾在末日之后又一次预测到了未来。我已经看见了未来，这场灾难终将过去，国家会得到重建，但一切还需要仰赖大家的共同努力。随之全场立时陷入掌声雷动。我知道大家很高兴，但是如果仅仅是初末发现的预言，那还太过没有说服力。围绕在他身边的神迹已经开始显现，我们已经在他的引领下获得超越常理的能力。这是一场危机，但每一次危险都伴随着机会。接下来我们将向大家展示救世主带来的新变化。成都16喊话，成都立刻兴奋跑上台，伸出双臂激发异能，强烈的火焰瞬沿双臂爆发，炫爆全场，视觉冲击力极强。全场惊呼，又一次爆发出全新的高潮。在这一刻，人心中的恐惧已经近乎于零。进化之路已经开启，我们每个人将来都有可能在初末的引领下拥有这种奇特的能力。我们不再会是普通人，而有了军队火力的帮助，我们的胜算将会大大增强，而你们每个人都会活下来，会成为新世界的功臣。现在告诉我，你们有没有信心打赢这场战争？你们能不能保护好初末？我们能不能赢下这场战争？从现在开始，我们将重整队伍，你们要以职业军人要求进行自我管理，每个人上报特长。我们将根据信息进行重新编组，安排活动，所有违反命令者一律当开除团队处理。希望大家配合我们工作，尽早组织车队前往军区。一只如玉嫩手松开尸体干瘪的脖颈，扑通一声失手倒地。江宇低头看了一眼自己染血的衣襟，口里发出一声咽气的声音。哟，你这洁癖什么时候能改？跟男人在血泊里打滚时候倒是不嫌脏。丁玲，你忙完了，找我干什么？当然，找你商量点事。什么事？这些天我们找的都是一些普通人，没什么意思。那天在街上开着的那个男人，就是小护士说的那个外星人，还有一个会预言的女孩，我一直忘不了，所以想找你商量商量，咱们一块过去看看。你跟我？那你让梁翠跟高天芳怎么办？我们可是团队。团队？哼，大家凑在一块不过是意外，什么时候算得上是团队了？真遇上好货，你会不抢吗？虽然是儿童身材，但是压迫感给人极强。既然是团队，那你为什么提前去人才小区探过路了？不用撒谎，你瞒不过我。你跟踪监视我？我不跟踪你，好东西不是让你一个人都吃了。可是我不明白，你已经探查过情况了，为什么没有下手，反而直接回来？如果我没猜错，应该是情况棘手，你搞不定吧？但加上我就不一样了，我们两个难道还搞不定那一个男人吗？如果只有那一个男人，你觉得我会无功而返吗？他不是普通人，已经拉拢出一大群团队，200多号人，而且其中应该还有另外2个身具异能的。200多人，没有同类吗？这么多人应该有的吧？没有发现，也没有感知到，我没敢靠得太近，观察的时间也短。那太好了，他们现在可以有了。反正这块硬骨头你一个人也啃不下来，不如你我合作，咱们一块潜入进去，把这块肥肉拿下。这事你也不用告诉老高了，他去了咱们只能吃剩的。至于梁村那个骚货就更没必要，你也早看他不爽了吧。高天芳走得远，可能1、2天都不会回来，梁村那个贱人也不在。就我们2个行动怎么样？凭你的身份和能力，加上我，瓦解这群人饱餐一顿不成问题，说不定力量还会大增。那个男人归我，会预言的女孩也归我，其他的全都归你。凭什么？
就凭我有身份，你一个人混不进去。两人对峙，丁玲最终败下阵来，嗤笑一声：“女明星了不起哦，那就这样吧。不过你要没本事，可别怪我先下手了。那就别废话，事不宜迟，现在就出发吧。”等一下，你身上太干净了，还是伪装一下比较合适，别被人发现马脚。出了事我不会管你，你最好也别连累我。一天的时间，小区外就停了20几辆配置不低的汽车，还有几辆大型货运车，从其他劣质车上抽取了大量油料以后备用。16也没闲着，连续高强度端了几个橘子，弄了一大批军火。另外，在火力准备过程中，还收获了一枚肉球。但是这枚肉球暂且保存了下来，就放在他的空间公文包中。本来最先想给孙老和魏老使用，但是直接被两人拒绝。理由很简单，年龄大了，使用的效果可能不稳定，而且就算提升力量，也会小于年轻人。至于张婉跟刘大姐不擅长战斗，不适合上战场，使用肉球的性价比也很低，这机会留给别人能发挥更大价值。根据同孙老和魏老的商议，还是决定保留下来，在等有了足够观察后，选择一个年轻力壮又可靠的人手使用。此刻16坐在大厅高台旁，时不时抬头看看眼前的热闹景象，心中动力十足。数日之前还是只有8人的小团队，如今已经扩展成了200多人的大型团队，一切都充满活力。保护客户安全，度过末日初期，客户在末世中拥有独立生存能力后，即任务结束，等到前往军区安营扎寨成功，自己的任务说不定就算是完成了。如果这都不算完成任务，那总不能等自己打穿了末世才算完成吧。想到此处，16又多了几分动力。就在同一时刻，活动中心之外走进3名队员。报告主任，我们值守小区的时候，发现了2名女性幸存者，一个孩子，还有一个成年人。请指示。发现2个女人。侧头看向一旁的成都。我已经交代下去了，6哥说了不让他们带外人进来。你们3个怎么回事？我不是交代过，如果有陌生人出现，一律撵走吗？是程队长，但是来这2个人有点特殊啊。有什么特殊的？小女孩没什么特殊，但是那个大的她可是江宇啊。虽然看着跟电视上不太一样，但是我们问过了，绝对没有错。江宇？谁是江宇？主任，江宇您都不知道，那著名歌星啊，太有名了，多少男人梦中情人呐。不过我觉得嘛，唱歌也就那样，基本靠连火的，没什么真本事，说不定是卖钩子卖上去的。过去看看。16带着成都跟随3名队友走到门口，抬起头来。江宇闻言立刻抬头，这一抬头，我操，看得16不禁心中一跳。此女纵然脸上一片脏污狼狈，仍旧难掩绝伦姿色。这2个人来路太过可疑，外面那么危险，怎么到的这里？你就是江宇，唱歌的明星。大哥，我跟我妹妹意外逃难到这，能不能请您收留？我们可以干活，只要给晚饭吃就可以了。16凝眸观察，江宇见他不应，立刻跪倒。大哥，求您可怜可怜我们吃的不多，一定不会给您惹事的。主任，这太可怜了，咱们就收下吧，也不差这2口人。你们2个还想不想混了？滚回去吃吧！都给我记住，你们现在是军人，没有我的命令，谁也不准擅自行事，更不许干扰决策。再有下一次，直接开除出队。2名队员立刻脸色煞白，转头返回值守。你叫什么名字？丁玲。他姓江，你姓丁，你们2个是姐妹？不是亲的。冷眼观察着丁玲，一股不妙的感觉在16胸中升起。那天在街上飙车，看见3大1小的黑影，那个小的感觉就像是小孩。丧尸横行，2个女人意外跑到人才小区，还有个小孩，会那么巧吗？不管是不是巧合，直接做了这2个女人是最好的选择。但直接做了，他们又有点麻烦。这女人是个明星，下面有人看到，消息可能会传开，没有个合理的理由，会军心不稳。成都在侧看看16，又看看江宇，眼角抽搐了2下，牙根跟着也开始痒了起来。他们的一个小虾就够烦人的了，现在又来个大胸苕皮，还当过明星，那主任不得被你的5迷3道的。现在他哪有时间搞女人？以后这团队人心不散了。不行，我不答应，一切要为大局出发。现在一个外人也不能招收，谁知道他们身上会不会有传染病？军令如山，立刻把这2个娘们给我轰出去。16意外的扫了眼成都，一时大为赞赏，不错，表现真的不错，看来自己平时是小觑了他。大哥，哪怕收留我妹妹也好，我求您行行好，就当是养个小猫小狗也行。
不急，先给我讲讲你们是怎么过来的，仔仔细细的说，从哪条街道，中间遇上过什么事，一五一十的说清楚。我们是从武山路。一番讲述听罢，16点了点头。附近的所有道路地图他都背得极牢，这是生死攸关的大事。从刚才这江宇的描述来看，合情合理，还有家庭成员死亡出事也都补充得很恰当。总体而言没有什么问题。你们有几天没吃饭了？5天没吃饭了，吃了一点，但是很少，水也不敢喝，都是在外面喝的瓶子里的水。大哥，能不能求您先给我们一点饭吃？六哥，你还在考虑什么？这2个人我看不靠谱，脏的要死，留着也是拖累，干不了什么事，直接轰出去。六哥，这样的女人可千万碰不得啊！我跟你说，这混圈子的那真是乱了套了，指不定跟多少人睡过呢，全身都是病，碰了可烂掉。真的，我不骗你。停，去煮2碗面，带着娘俩去门外，让他们看着我吃。在门口支起一张小桌，16坐在一旁等待。过不多时，成都端着2碗面走了过来。六哥，这面我亲自煮的，加的牛肉罐头，尝尝咋样？16点了点头，拿起筷子大口吃面。成都美滋滋坐在对面，也跟着开吃。吃面的空档，16时不时侧头观察着2姐妹，姐妹2人眼巴巴地看着他，喉咙不断蠕动着。稀溜秃噜一大碗面下肚，16长舒一口气，舒服了。六哥，您吃这么快呢？要么说你有本事呢。16撇了撇嘴，伸出筷子在成都面碗里挑了一块紫面，啪叽一声，宛如丢狗食一样甩到了2姐妹面前。天降面条，江宇赶忙扑在地上，抓起那一块紫面条，战战兢兢喂给丁玲。还真是姐妹情深呢。装的吧？六哥，我跟你说，这戏子最他妈会演。成都，我以前没发现，你心是真挺狠。吐槽了一句，16起身走向姐妹俩。六哥，我不是心狠，我是为大局考量啊。2人并列站在姐妹俩身前，打量着江宇。16抬手指不远处的景观树。成都，你带着这个小的去树林里，把他给我捆死，牢牢看住，不许离开半步，我要亲自审一审这个大的。啊！成都目光在江宇跟16之间不断弹跳。六哥，没这个必要吧？要不让我来审，我跟你说，我对付女人那是一绝，我成都绝不手软。住口！你审得明白吗？让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就对了。起来吧，你跟我来一趟。说罢，带着江宇走向小区居民楼。望着16远去的背影，成都气愤道：妈的，主任不会真是动心了吧？那娘们有名气，长相也没得说，保不齐主任真的动了点什么想法。不对，主任不是那样的人，应该没事。可如果是那种审问，主任以后不得被玩弄在股掌之间啊！大哥哥，水汪汪的大眼睛好似在放电。成都低头一看，脸颊筋肉颤动，啪，闪电出手，一个大逼兜抽在了丁玲脸上。大你妈！没一个省心的，跟我过来！卧槽！丁玲捂住红肿的右脸，咬着牙任由成都将自己牵走。妈的，情况跟想象的不太一样啊，怎么这么难对付？先忍一波，等到融入进去就弄死这个王八蛋。废弃的居民楼内，江宇坐在床铺上惴惴不安，一手掩住胸口。16站在一边，嘴角带笑打量着他。大哥，您到底想干嘛？大乱之事啊！你们姐妹俩这样柔弱的女人可怎么活好？女人到什么时候都得找个男人依靠，你说对不对？你也是混娱乐圈的，我什么意思你难道不懂？你要知道，我养了这么大家子人，手头上的物资有限，哪怕再多添2口人，压力也很大。我们是一个团队，我家人也要考虑到对其他人的影响。你想加入进来，总得付出点什么东西。再说你还带了个废物妹妹，那就更麻烦了。我是想帮你解决问题的，你总得让我看出你的诚意，而且我想你也不愿意你妹妹饿死在街头吧？能不能让我先洗洗？没有那么多水给你浪费，我也没时间等你，脱吧。16抱着膀子，眼中闪过紧张激动。犹豫良久，江宇阴压暗摇解开了上衣，完美，真是完美。树旁，成都目光凝视着16消失的居民楼楼道口，身后是被粗绳捆成了粽子绑在树上的丁玲。这么长时间了，怎么还没出来？这他妈审啥用的？这么麻烦，不会真的那样了吧？那江宇可是专业的，不得把主任魂吸走了。随后目光在左右扫了扫，看见小区内巡逻的一组队员，成都立刻摆手将人招到身边。你们几个给我死死看住这个小女孩，她很危险，问题很大。
你们要是敢离开半步，立刻开除出队。是。3名队员将丁玲团团围住。成都点了点头。不行，我得抽走去，为大局考虑，主任绝对不能有风险。打完了最后一份饭，出没莞尔一笑，回头望向一直陪同的夏虎。爸，今天还有3个人没有领饭。应该在外面值班巡逻的吧，还没回来，咱们出去看看吧，这屋里味儿太大，正好换换空气。夏出没点了下头，跟随着夏虎向外。爸，这里面人太多了，天气越来越热，会不会再染上其他病啊？那肯定的，总这么堆着早晚出问题。但是主任那边说了，也就这1-2天的功夫，咱们现在车什么都选了，很快就能出发。你们在干什么呢？吃饭了吗？报告夏队长，成都队长正让我们值守一个小孩，他说这个人很危险，必须让我们牢牢看住。夏虎仔细瞧了瞧树上被困得严严实实的小孩，表情有些意外。倒不是意外小孩被捆起来，毕竟有可能是伪装感染者。他好奇的是，这么大孩子怎么跑来小区的？这小孩怎么回事？什么情况？你们了解吗？报告夏队长，我们不了解，就是程队长交代的，让我们看着。不过这孩子好像体虚很久了，外面又晒，我看再这么绑着他要出事啊。夏虎仔细观察，丁玲嘴唇爆皮，眼皮无力，基本上就是奄奄一息的状态了。说，那也得管着。成都的命令就是主任的命令，主任的命令你们要无条件严格执行。你们切记，你们之所以被组织信任，那都是经过检测观察的。现在一个外人都有可能随身携带病毒，病毒是有潜伏期的，我们一个被感染，所有人都可能会被感染。我跟你们说，我可是经历过的，都给我往心里去。不过话说回来了，这孩子确实可怜，但等到经过主任验证没有问题，我们一定会救他。可要是他撑不过去，那没办法，那就是他的命了。有时候走了也不一定是坏事，这世道活着比死了难受，何况一个孩子呢？有道理，夏队长说的有道理啊。他妈的，这帮人怎么回事？一点同情心没有吗？不行，这帮畜生太恶心了，再被捆下去，要控制不住动手了。正想着，一阵幽香飘至鼻端。丁玲抬起头，越过夏虎的身影，看向后方的夏出没，眼里闪过一丝贪婪。真香！这女孩气味不一般，很特殊，似乎很好吃，看起来就很好吃，而且身份不一般，还很好搞定的样子。夏出没正躲在夏虎背后，暗中观察丁玲。就在丁玲抬头看来，两人双眼对视的瞬间，夏出没猛地愣住，全身鸡皮疙瘩鼓起，全身汗毛竖立，周遭世界的光仿佛就在这一刻不断消逝，正被一股阴冷至极的恶意杀机吞噬。这种强力的影响下，丁玲可爱天真的面孔也在视觉中变得扭曲狰狞。这不是一般的感觉，已经开始具象化了，绝对不是普通人能有的感受。夏出没身躯颤抖不停，喜悦中带着巨大惶恐。这一刻反应再迟钝，也意识到了问题，自己真的有能力，原来是感知能力。当初成都带给他的感觉不是错觉，虽然不清楚成都为什么也对他有恶意，但是这个女孩透露出来的气息跟成都截然不同，完全不是同一个量级。他想让自己死，他是伪装感染。小姐姐，我的。夏出没勉强挤出一个笑容。出没，这件事自有主任处理，咱们走吧。出没摇了摇头，眉宇间满是焦虑。不行，这个伪装感染者太危险，从外面故意潜入到这里，而且说不定有什么超能力。表哥在哪不知道，但是拖的时间越长就越麻烦。这时出没想起了16曾经对他说的话，如果有人让自己觉得不舒服，就杀了他。小姐姐，救救我，我想喝水。他还在装。出没暗中一握拳，脑中忽然灵光一闪，小手从兜里掏出一板巧克力，把这个巧克力给他吃一块。这外星巧克力有剧毒，吃下去会有剧烈反应，他已经见识过了。谢谢姐姐。软滑的小块巧克力直接滑进了喉咙，巧克力入腹，不过2秒，丁玲双眼爆突，仿佛有块热炭直接从喉咙滑进了胃里炸开。剧痛之下，整个人几乎不受控制的开始剧烈扭曲。突然有此变化，在场几人顿时大惊。你怎了？说话！他被感染了。说话间，右手快速掏出手枪，一枪崩向丁玲脑门，正中眉心。丁玲头部猛烈后仰，一头撞在了树干上，被打得眼冒金星。这突如其来的一幕使得众人惊诧在当场，弹头卡住了。我操！竟然卡在他额头上了，这都不死。
砰砰砰，一梭子子弹全部打通，目标胸腹冒出几个血眼，不断涌出鲜血，内脏剧痛，生命力飞速流逝。丁玲瞪大双眼，不可置信地望着夏初墨。他故意给我下毒，我他妈到底做错什么了？哪个步骤出问题了？嘎！我操你可啊！话没说完，丁玲咳出一口鲜血，头一歪，死了。在场几人看着丁玲气绝，红衣时刻将头望向夏初墨。他是被感染者，有些潜伏期很隐秘，难以察觉，但瞒不过我的眼睛。以后再有陌生人出现，记得第一时间将他捆起来送到我面前，我检查无误后再另行处理。都听懂了吗？3名队员心中敬佩之余，更添了一层感激。好厉害，不愧是救世主，预言之子。你们几个回去吧，尸体放在这不用管。屋里的人听到枪声，告诉他们不要惊慌，保持好秩序。夏初墨令下，3名队员返回大厅。爸，我杀人了。初墨，你是怎么看出他是感染者的？我能看见，这是我的能力。我们不用再担心发现不了感染者了，他们一旦展露出恶意，我就能有感知。咱们现在的团队就非常干净，否则我应该早就能发现出来才对。我有能力了。我的天，你竟然有这样的天赋！女儿这样的能力，毫无疑问会成为所有人的核心支柱。她不再是一个包装出来的圣女，而是真真正正会成为所有人的希望，所有人的眼睛。得把这个消息立刻告诉哥，他现在在哪？我不知道，找找吧。快走，刚才有枪声，肯定中心那边出问题了。小区内，孙牙小步快跑，身后魏德不断大喘气，踉跄跟随。孙牙忽然停下脚步，不远处正有个人蹲在地上，赶忙跑了过去。成都出什么事了？怎么哭上了？出轨了！出轨了！说他妈什么呢？谁出轨了？把话给我说清楚。主任是主任的，外面来了个骚娘们，把他婚给勾走了，现在俩人进屋了。我就说该给他轰出去，咱们团队散了，人心散了，队伍不好带了。郝桑呢？你给我闭嘴！你特么喝高了吧？他是那种人吗？现在有那个心情吗？再说他搞女人跟你有个毛关系？你跟死了丈夫似的，神经病！我问你，刚才的枪声怎么回事？什么枪声？我不知道啊。算了，简直一事无成。小六呢？小六人呢？我不说了吗？他跟那娘们在一块呢，进屋了。真的假的？你刚才没扯淡。孙牙大惊，回头看向魏德，魏德也只觉匪夷所思，难以置信。我亲眼所见，看得清清楚楚，这孤男寡女的，我也不敢相信他这么没底线，明明我先来的。说他妈什么呢？他在哪？赶紧带我们过去。见孙牙发怒，成都也不敢怠慢，连忙带路。成都在前面跑，2个老头在后面连喊：你慢点，慢点。跑到半程，3人身后传来一阵喊声：孙老！3人停步，同时回头，一眼便望见夏虎带着出没，向着3人这边走来。主任在哪？我们有大事要报告。什么大事？是刚才的枪声吗？没错，我们发现了伪装感染者，但是已经被击毙。出没的能力出现了，他可以发现伪装感染者的乐子。什么？孙牙等人瞬间陷入狂喜，热切的眼神看向出没。哎呀，我的娘啊！有2个娘们，小的有问题，大的肯定也有问题。主任跟丧尸搞起来了，这回真是烂掉了。你在胡说什么呢？成都也不搭话，转头就往居民楼疯跑。孙牙跟魏德对视一眼，顿感大事不妙，刚美好起来的心情瞬间消散不见。夏虎紧追成都而去，原地只剩下出没，直愣愣立在阳光下。成都夏虎率先进入居民楼，就在卧室，我去宰了那个娘们。你疯了，真是伪装感染者！主任没有防备，你这么一击，主任死个屁的了！主任不是一般人，他比咱们都警惕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我现在还迷糊呢，你快点跟我说清楚。成都紧张的不断向内屋望去，一咬牙道：小区来了2个女人，一大一小，主任看上大的，给她带到屋里，整上了。你放屁！主任是那种人吗？大的是江宇。什么？真是江宇啊？那确实，可主任他……真的，我全看见了，我扣鱼鳃都没那么狠，而且俩人都脱得精光呢，我也想不到他会是这种人。你们2个干嘛呢？小六在哪？说话的功夫，孙牙跟魏德已经连呼带喘的进了楼道。主任就在屋里，他跟伪装感染者在一块，我怕这么贸然进去惊动了他，怎么办？孙老，还能怎么办？赶紧看，把枪掏出来，瞄准了直接开枪。临到卧室门口，
屋内隐约还能听见动静。孙牙提着心朝着探出头，一看之下，一股剧烈的恶心感顿时冲上心头，差点一口吐在地上。整个卧室几乎一片血色，床铺上躺着一具妖形曼妙的女尸，石榴浑身湿血的跪在床上，女尸喉咙插刀，身前已被剖开。看着满床散落的内脏，石榴挑挑拣拣开始查看。看到此，孙牙弯腰狂吐，中午吃的那点东西吐了个干干净净。其余人见状，赶忙上前观看，我操！魏德跟着吐了一地。夏虎和成都脸色煞白，不知所措。这就是你说的干上了？我不知道啊，我看的时候确实干上了，怎么发展成这样了？谁？屋内的石榴猛然转头，跳下床，见到是4个熟人站在门口，这才面色稍缓。你们几个来干什么？出去说，你先收拾收拾出去说吧。成都，你怎么来了？那个小女孩呢？快去把那个小杂种给我宰了，她是伪装感染者。主任，你放心吧，已经宰了。听到小女孩已死，石榴松了口气，低头看了一眼，转身回屋。楼外4人蹲在地上，同时陷入沉默。小六太可怕了，咱们真得关照一下了。他平时压力太大，现在怎么成这样了？再过几天我看要变丧尸了。确实，他比丧尸还吓人呀！你让出没离他远点吧，别总黏着了，我怕出事啊。夏虎连连点头。那主任这么做肯定有他的理由是吧？听他解释再下结论也不迟。正巧夏出没的小跑儿来了。出没，你先回中心等我们。爸到底怎么了？是不是哥他还在？没有，你哥早把感染者杀了，里面太血腥了，你不适合看，听爸话，你先回去。啊，这样啊，我不能回去啊，还得给哥报喜呢。用得着你报喜吗？大人说话哪有你插嘴的份？还是我说话没用了？赶紧给我快回去！亲爹发怒，夏出没心里不禁发毛，恋恋不舍地走了。过不多时，石榴从楼中走出，4人见状立刻起身围拢上前。那个小女孩确实死了是吧？确实死了，我亲眼所见，挨了7枪。这件事我们之后再谈，我有重大发现。孙老，之前我跟你说过，我在街头楼顶看到4个人，疑似是伪装感染者，这件事您还记得吧？孙牙点头。这个女人我已经审问出来了，她就是其中之一。另外那个小女孩也是4人中的一个，我们早已经被盯上了，还有2个人没有出现。你怎么审出来的？当然是给她折磨一番，她受不了就着了。我观察过她的尸体，这女人的肌肉极强，而且还有着某种特殊能力。我发现她的手指已经发生变异，管状结构，我猜测可能她能通过手指发射气流或者是体液之类的进行远程攻击。而且我在她的心脏上发现了干瘪的肉球，伪装感染者的特殊变异或异能可能吸收了自带的肉球产生的。盯上我们的有4个，4个人能走到一起，其余2个人也必然有些特殊能力。他们之间并不团结，这2个女人提前跑出来狩猎，很大可能说明对另外那2个人十分忌惮。那2人的实力大概应该在这2个女人之上。另外没出现那2个人什么能力，你问出来了吗？他刚招供就死了，没撑到下一个问题。六哥，您是不是早就发现了他是伪装感染者了？没错，我们在吃面的时候，我就大概可以确定这个女人是伪装感染者。怎么发现的？我怎么一点没看出来？难道你是脱光了，发现他们身上的赃物是伪装的才确认是吗？不是这样，那女人身材很瘦，脱了衣服身上也是脏的。还有一位，如果说这是伪装，那我挑不出什么毛病。但是他们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，5天水米未进，外加高压奔波，我们吃面的时候，他们也表现出与情况相符的饥饿。但正常女人的胸部会下垂，在咱们中心的女人胸部都有不同程度的下垂，如果不是特别小，胸部不会维持在正常状态。单凭这一点，我一眼就看出她是妖孽。后来脱光了验证，我已经有100%的把握。我操！那万一是假胸呢？我听说这些有钱人都做高端美容，现在胸都有假的，用的那叫什么硅胶？确实不排除这种可能，所以我冒着风险亲自上手反复检测，绝对不是硅胶。4人一同失语。我听明白了，合着你早就看出来了，那你为什么还在那试呢？你怎么解释？除了你想找女人，我想不出别的解释。你偷窥我干什么事了？成都吭哧瘪肚了一阵，最终还是没忍住，伸出2根手指在空气中勾动。抠！夏虎等3人一阵无语，用眼神不断挟着成都。我抠，2位，这是另一个重大发现，我故意为之的。我发现伪装感染者有欲求，
那就可能会出现一个问题，他们可能会通过交配繁衍后代。这是我搜集的感染者体液，孙老您拿去研究吧。硅胶检测、抠背、提取液体、上刑、断肢、解剖，这一连串的事简直不像是人能干出来的。小六，你的发现不可谓不重大，我承认十分有用，但是我现在更关心你也未免也。是不是进化后遗症啊？什么都敢挖，你不怕有特殊感染，染上脏病也不好啊。面对一众质疑的目光，石榴心中苦涩，自己又何尝不觉得恶心变态？但是没有办法，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。对手恶，自己必须对对手更恶更强，才能有机会带着别人活下来。灭种末世的灾难下，再苦再难也得克服，哪怕自己不做人了。你们放心吧，我都是有充分心理准备和物质准备才会行动，我当时带了才抠的。四人集体无言，面面相觑。一点小小的牺牲不算什么，我深入敌人巢穴，是为大家而抠，为人类的命运而抠。太伟大了，李主任，义不容辞。不对，那你脱光了又怎么解释？很简单，我在确认检查完目标之后，就准备上刑解剖，那肯定会喷血，我总不能天天换衣裳吧，提前放在衣柜里，免得沾上血。另外，我也挺长时间没洗澡了，正好还能洗个澡。洗澡？阴影齐刷刷覆盖成都四人的面部，到底还是变态了，他自己没发现吗？诸位，我这边的情况你们也都了解清楚了，你们那边到底怎么回事？那个小孩暴露了什么问题，让你们给杀了？主任，我发现我女儿的特殊能力了，她能感知到别人的恶意。什么？真的假的？真的，当然是真的。一开始我也不敢相信，那个孩子还是出没当场枪杀的，他一眼就看出那小孩是伪装感染者。而且出没说了，咱们现在的团队很干净，没有对他存在恶意的人，我们可以放心武装发枪了。这真是太好了，太好了！一个稳定可期待的团队和未来，曙光终于出现了。希望真的在出没身上，公司选他果然不是没有道理的。剩下的那2个伪装感染者很有可能会出现，而且我们完全不了解其能力，有危机在暗处，尤其是出没的安危不能出半点差错。我们的准备虽然不是完全充分，但是也算够用。我决定不等了，今晚就把所有物资装车，明天天一亮，我们立刻出发前往军区。你们有没有什么意见？没有。好，我们先去看看出没和那个小女孩，之后立刻安排下去。一行人重新返回社区活动中心的小树旁，夏出没也被从中心叫了出来。出没，你真的有能力了。出没用力点头，笑靥如花。哥，我真的感知出来了，而且十分明显，能确定就是恶意。我当时看见他，就连他的面相都变了。我记得你之前跟我说过程都有些不对劲，当时我没当回事。那是16的目光瞟向成都，其他人目光跟着一同移了过去。你们别看我啊，出没肯定是刚掌握能力不熟悉，所以出现误判了。出没，你再看看，你再仔细看看，我有问题吗？夏出没注视着成都，摇了摇头，没有问题。而且就算之前我感受到的情况，也没有觉得危险，或许真的是失误吧。你小子以后给我离出没远点，让我发现有不对劲的地方，你可别怪我不客气。主任，你这么说话太让我伤心了，刚才我还关心你，我真没问题。我也觉得你没问题，所以才保守观察，换成别人，我早一枪崩了他了。成都老脸一塌，陷入自闭。16说完，走进丁玲，拿出小刀探向其手臂。我准备简单切一下，看看他肌肉强度如何。你们觉得受不了可以先回去。对于这2个带着预谋出现的伪装感染者有什么能力，或许不能完全搞清，但是观察他们的肌肉强度，价值还是非常大的。这小女孩的身体明显强悍的异常，头骨能卡住子弹，已非凡人可敌。单凭这一点便不能小觑。眼见16准备直接切割，出没立刻捂住了脸，眼光顺着细微的指缝查看。就在16刀锋切进丁玲上臂的一刻，夏出没瞳孔立时收缩，那股阴冷的感觉又一次重现弥漫，而且异常清晰，就是从丁玲身上散发。没有一丝丝迟疑，出没惊呼：“哥小心，他！”话音未落，16已经右手变招，一刀刺碎颈骨，捅穿了丁玲脖颈。左掌如利刃，从腹部弹孔探入，一把握住脊骨，嘎巴一声，直接拽断。左腿在同一时刻发出攻击，直接暴力踢碎胯骨。丁玲浑身一震，上中下3段骨骼全废，在身下泄出一大条血瀑后彻底气绝。不到1秒的时间
16狠辣迅捷的连招当场镇住众人，受到不可思议的目光集中在其身上。这是什么反应速度和力量？夏虎是更感惊异，抬眸看向当头烈日。那小女孩的骨头有多硬，他是亲眼所见的。可这么硬的骨头，竟然能直接被主任一下击碎。现在阳光正盛，这才是主任的最强状态吗？对手被击毙，16回眸看向夏初墨，怎么回事？我也不清楚，我打了7颗子弹，他明明死了，我也感受不到他恶意。但是刚才你用刀扎他，那股感觉又冒出来了，可能是因为是他没死，只是晕过去了吧？或许吧。你的能力边界还需要大量验证才好稳定掌握。晚点我得找一只丧尸试一下，如果丧尸不行，那就想办法给你抓一只活的感染者。16说完，眸光一一掠过众人。刚才也不算坏事，起码给我们长个记性。这些有特殊能力的伪装感染者不能用常理推断，以后为了保险起见，最好在对方失去行动能力后记得补刀，心脏补一下，再把头砍下来，最后再确认死亡。把这事记下来，以后写在行动手册里，留给其他队员看。死后补刀这条规则必须严守。还没结束，小六他的手臂。16骤然回头，锁定丁玲的小臂。原本正常的左臂忽然分离出了一条小臂长的怪虫。怪虫速度极快，众人回神的功夫已经落在地面，8只脚爪动如幻影，向着暗处急速爬去。16果断掏枪射击，5枪落空，怪虫已经跑远了。孙老魏老带着出没立刻返回中心，把所有门窗缝隙堵死。老夏、程都跟我追。难得刚来了点好消息，事情果然没那么顺，问题一个接着一个，简直层出不穷。这种感染生物还能分体存活，不知道那个虫子是什么情况。如果只是感染者身上长出来的虫子，那问题还不算大，可如果它有原主的意识，那麻烦就大。虫子在阴影下蛇皮走位，又过10米，已经转眼消失在地面。16停步，眉宇间怒火中烧。丢了，跟丢了。那虫子好像有你太伪装的能力，否则不可能跟丢。主任，怎么办？你立刻回中心，告诉孙老、魏老他们，门窗缝隙堵死后，不要让人接触墙壁，在地上撒满面粉，有异动让孙老立刻用霰弹枪射击。夏虎转头跑向活动中心。成都，你跟我。16话说一半戛然而止，目光从地面转移到了楼顶。成都顺着他的目光看去，一道妖娆倩影正站在天台边缘，日光下迎风而立。16面部肌肉抽动，表情逐渐狰狞。又来一个挑衅，找死！又来一个调皮儿。成都目光冷冽，紧盯目标，严阵以待。主任怎么办？16正准备回话，立刻又不禁眯起眼，只因楼上的那道倩影已经倾倒下了。见人影消失在眼中，16双腿肌肉胀，蹬踏在地面，猛然爆发出怪力，消失在原地。在成都震惊的目光下，转瞬已经在10米开外的地方。我的天，主任的实力这么强吗？成都恍惚了片刻，赶忙也跑向活动中心。楼顶平台，女人郑笑语盈盈地看向他。16凝眸观察，此女长相平平，但神态极为轻松，绝对不是正常人该有的神态。如果是外界而来的普通人进化的异能者，也绝不可能表露出这样的情绪。伪装感染者无疑能从6楼缓冲跳到1楼，自己也有这份能力，但绝对做不到他那么轻盈。从力量感上来看，对方远不如自己，或许是以速度身法见长的能力。你们有4个人，来了3个，还有一个呢。哦，知道的不少吗？你身上血腥味很重，那2个废物应该都被你杀了吧？果然是一伙的，那个女人还没死，她跟我提起过你。16右手暗暗发力，之前跳跃溅起的石块被一把捏碎。就在女人认真静听之时，手中碎石一把朝着她扬了过去，击向女人面门。同一时刻，16双腿爆发，随之一同冲将向前。女人来不及躲闪，一片石子已经密集地打在身上。女人惨叫一声，右眼直接被石子穿透，瞎了一只眼。正准备向下逃窜，16已经杀至跟前，死死握住女人纤细的脚腕，猛力向后猛抡，嘣的一声将女人直接重重砸在水泥地上，又弹起。女人大颗一血鲜血喷了自己满脸。16握着小腿，直接把女人掰成了一字马，而另一手也未闲着，重拳已经朝着她面门砸来。女人潜能激发，用力一偏头，躲过了致死一击，但头侧见血，一只耳朵生生被砸成了肉泥。眼见女人躲过，16右臂发力，准备重新再抡一把。
就在此刻，女人全身好似荡起一股香风，16神情恍惚了一瞬，右手不自觉松开，破绽露出，女人当即抓住机会，屈起双腿踹向16，向后滑行了数米，重新拉开距离。16血满身杀气，再度来袭，可刚没走几步，又是一阵香风飘过，恍惚立在了原地。女人疯狂后退，独眼疯狂抽搐，恨意前所未有暴涨。刚见面2句话没说完，瞎了一只眼，掉了一只耳，后背大面积骨折，裤裆还抻着了。这畜生上辈子是狼吗？2次出现差错，16神经紧绷，注视对手，不敢再贸然上前。预判出现错误了，这女人的能力绝对不是速度身法那么简单，可能是对精神方面的影响。如果自己一直全力爆发，不受影响，可以轻而易举杀死她。可对手现在已经有了准备，加上干扰自己精神的能力，一旦出现差错，就有可能会死。在烈日下，虽然能力达到全方位满增幅，但都是基于人体的基础素质强化，被打中弱点还是可能会被一击毙命。这毕竟不是玩游戏，他也没有特别奇怪的变异能力，身上还是有人体本身存在的致命点。双方陷入对峙。好，你够狠，本来我还想逃，现在看来没这个必要了。记住我的名字，我叫梁翠，以后你就是我的狗。16冷眼相对，梁翠被他打得跟狗一样，还敢放这种狂话，那其依仗肯定非同寻常。呵呵，你一定在猜测我有什么能力，那我不妨告诉你，其实很简单，任何男人都会拜倒在我身下，尤其是你这样的男人，你马上就会明白。空气中一股淡淡的香风浮动。原来如此，是通过气味产生的影响吗？16淡定地从胸前公文包里掏出10多天没洗的袜子，撕成2条塞进了鼻孔里。你这个人真是变态，天真。16懒得再听，正准备上前快施辣手，可脚步又一次顿住。眼前的梁翠面容逐渐变幻，一股怦然心动之感由心散发。16嘴唇翕动了2下，心中杀机缓缓消散，肌肉也随之松弛。低头一看，原来本该松弛的地方突然不松弛了。六哥，门被打开，成都一把闯入，两人对峙的场景全部入眼。女人伤痕累累，显然不敌主任。随着成都之后而来的是夏虎，夏虎之后是出没，还有张婉、刘大姐以及孙老、魏老。成都当即上前跑到16身旁并列站立。你们不要掺和，这里很危险，回下面守着去。说罢，同样跑到了16身旁。哈哈，我以为是又来个少痞，原来是残疾丑逼。可低头一看，眼神定住了，随后缓缓抬头看向满面潮红的16。主任，你不是吧？特么的这种货色你也看得上？还是说刚才江鱼给你火点起来了？你这反应也太延迟了吧？这袜子又怎么回事？别废话，别乱动，小心那个女人。主任，你到底怎么了？中招了，不要跟他对视，他能力是勾引男人的。我不行啊，我对他下不了手。精神控制，不知道什么原理，气味、视觉可能都会中招。哪有什么香味啊，还勾引男人？程东茫然了一瞬，鄙夷地看向梁翠。不过这娘们我他妈是越看越恶心。我知道了，主任你还好吗？程东为什么没事？带枪了吗？杀了他，你们别管我了。完了，看来主任问题很大，我们2个实力不如他，一定要小心。那女人现在还没有上前，肯定是憋着什么坏。我的手枪子弹打空了，忘了换。你的呢？来得及，我也没有。不过看样子主任抢占先手，给他打成重伤了，身上还流血呢。我们总不至于连个独眼半残废都打不过。说话间，梁翠保持着距离，蹙眉观察着2人。新来这2人不知道实力怎么样，但这不是重点。他们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，为什么会不受影响？那个被他们叫主任的已经不行了，现在走的话未免太亏。自己被整得这么惨，之后再想找机会报仇就难了。再观察观察，实在不行只能撤。上！成都身上开始燃起火焰，夏虎紧随其后，将心脏跟双拳硬化。看着2人前奔，梁翠发出嗤笑，主动迎上。俩废物，单看这速度已经比那个男人差远了，自己哪怕受伤也在2人之上。分开！眼看敌人主动来袭，夏虎低呼一声，2人兵分2路准备夹击。绕开铁拳，一掌击中心口。夏虎闷哼一声，身体晃动了一下，继续挥拳打向梁翠。另一侧，成都开启喷火模式，一把火燎掉了梁翠的刘海，一股烧猪毛味，丑逼母猪。夏虎2击不中，心头开始急躁，
那女人速度太快，自己难以造成有效伤害。与其如此，不如直接让成都打主攻。夏虎彻底放弃了击伤梁翠的想法，转而专注封锁。梁翠不断抵挡，偶尔还击，心头恼怒地观察着两人的攻击。这两个人应该是练习过配合，自己本来以为很好拿下，但是目前看来比想象中的更棘手。那个年龄大点的男人，目前看来就是简单的力量强化，不过是加一些防御能力，没有其他特殊性。可是那个控火的，左右鼻孔能喷火，脑袋和身形左摇右摆，加上那个老男人辅助十分难打，而且他可能会有其他变招。还有两个人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中招？这俩人看着挺正常的，到现在还没起反应。这时程都看准机会，张口欲打出致命一击，口中火焰将要喷发的一刻，梁翠闪电出手，一掌顶击在了成都下巴上。原本即将喷吐出的烈焰，顷刻被打了回去。哼，我就知道你们俩也就这点料了。此话出口，梁翠快速抽身，朝着石榴消失的方向跑去。自己身上有伤，短时间拿不下两人，再拖下去问题会很大。那个最强的主任已经中招，而且身份不一般，先拿他打乱这个两个人的阵脚才是最佳选择。见梁翠朝着石榴消失的方向跑去，夏虎成都心中当即明白过怎么回事，没有半分犹豫，立刻闪身便追。奈何梁翠速度快了两人一拍，眼看着追不上，成都大吼一声，噗的一下，屁股喷出火焰，穿破裤子，直接喷弹加速，转瞬超过梁翠一个身位。嗨，我操！什么？下一秒，成都的勾拳已经打向他面门，梁翠抬臂抵挡，火焰直接烧穿袖子，在白嫩的外肌肤烧出一团焦皮。哪里走？夏虎再度封锁梁翠去路，三人转眼又战成一团。主任，你好了没有？你在哪？夏虎心中一凛，已经快速意识到了问题。成都的能力很奇特灵活，但是消耗也同样大。战斗到现在，他一直在不断放火，恐怕撑不了太长时间。如果主任现在能加入战局，只要稍加助力，就能赢过这个女。楼顶通道小屋侧方的阴影里，石榴弓着腰，满面焦灼地忙碌着。三人同时看得口歪眼斜。他在。